今日太上仙尊出关，或将一步飞升。飞升！我青云宗终于要有人飞升了，我已经准备好跪了。我连见证飞升的表情都练了3天。恭迎太上仙尊，本座出关了。恭迎仙尊。仙尊莫非是在考验我等？不错，这一定是大道玄机。玄机个毛啊！谁管洞府门禁的？仙尊这是飞升失败了，有没有可能是被门夹住了？诸位莫慌，仙尊闭关300年，门上有些大道封印，也属正常。陆贤何在？掌门这是直接点名了，后勤也能被掌门点名。陆贤，赶紧滚过来！你站那不要了！你能不能先把嘴里的东西咽了再硬？来干活！不是今天升仙大会看我干嘛？陆贤，马六滚过来！今天仙尊出不来，拿你试问。这么大的事儿，让一个后勤去，你懂什么？也许这就是掌门的深意。难道他是隐藏高手？不是，我就是个修门的。仙尊，在吗？在。陆贤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干活！这不是来了吗？催什么催？此阵乃300年前太上仙尊亲手布下，玄妙无穷，你可看得懂？看懂了。什么问题？版本太老。什么版本？这门禁只认300年前的身份玉牌，不认现在的宗门令牌。咱宗门这破系统300年没升级，仙尊现在相当于账号过期。所以，本座不是出不了关。小友，你确定？对。是门禁老旧？也对，但300年不更新系统也挺离谱。那小友，你能修好吗？放心，包来的。恭迎太上仙尊。你贴的是什么？维修记录。麻烦签一下。300年了，现在出关还要签这个？要走流程。哼哼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后勤弟子，陆贤。不错。仙尊，名字也麻烦签全名，不然财务不认。奖励不奖励无所谓，主要是这单算不算加班费？这建议挺好，就是来的有点晚。错觉吧。仙尊，报修单。他在干什么？他在让太上仙尊签报修单。他不怕被一掌拍飞吗？可能后勤弟子都比较看待生死吧。小友，本座刚刚出关，300年未见天日，是否可以稍后再签？可以，那我先标记成逾期未卜。陆贤，不得无礼，仙尊刚刚出关，理应先向全宗讲道，今日是升仙大会，给宗门留点面子。那先签临时确认单。有趣。
字迹清晰，信息完整，可以。小友，你修门禁多久了？入宗5年，修门禁3年，补结界2年，顺带处理灵兽投诉、饭堂纠纷、飞剑报废、闭关时漏水。后勤杂物看似琐碎，实则关乎宗门根基。仙尊，你误会了。哦，主要是没人愿意干。仙尊闭关300年，如今出关必有大道感悟，不如为弟子们讲几句。修仙一途最重根基，根基不稳，纵有天资，也如空中楼阁。说得对，所以门禁也得定期维护。世人皆向往飞升，却忘了脚下之路。对，山门台阶也该修了，有好几块都松了。真正的大道往往藏于细微之处。仙尊也觉得后勤应该涨补贴。陆贤，仙尊讲道，你能不能闭嘴？我没反驳啊，我是在结合实际。哈哈哈，好一个结合实际！尔等记住，修仙不是只会抬头看天，山门有人修，结界有人补，灵兽有人管，宗门才能站得住。今日本座出关第一眼见到的，不是剑修锋芒，也不是丹道异象，是一个修门禁的后勤弟子。此子很稳。仙尊，夸奖可以折成钱吗？你这性子倒是不像修仙之人。我也想象，可宗门每天坏东西，没时间想象。飞剑失控了，我的剑都不飞了，笑死了！是谁胆敢扰乱升仙大会？看吧，不是我不给仙尊面子，是宗门设备不给。去吧，让本座看看你这个后勤弟子到底能稳到什么程度。但这是升仙大会现场支援，得算补贴。荒唐！我剑锋弟子以剑为命，以剑为骨。如今300飞剑集体罢工，必是魔族下咒。对，肯定是魔族。我昨天还能飞，今天突然不能飞，一定是阴谋。魔族太卑鄙了，竟然攻击我们的交通工具。天宝宝啊，你醒醒啊！没有你，我怎么下山买糖葫芦啊？你们剑修平时御剑就为了这个？偶尔也买烧鸡，用途挺广。你来的正好，快查查是不是魔气侵蚀。这剑多久没保养了？剑修之剑，日日以剑以淬炼，何须保养？多久没年检了？飞剑还有年检？以前好像是有。剑锋飞剑管理记录，最后一次统一年检是7年前。7年来，剑锋飞剑新增改装记录123条，私自加速阵36处，剑柄加长27把，剑身刻字59把，还有一把装了夜光壶，备注是为了夜间御剑显影。拿出来。谁允许你在剑上刻这种东西？弟子想增加剑的气势。那也不至于300把剑同时不能飞。这些剑剑身灵力线路磨损严重，这些剑载重超标，这些剑被你们拿来劈柴、开门、削水果，灵魂都卷边了。沈师姐，你也削过？没有。他好像有意见。所以不是魔族搞鬼？目前看，不是，是你们自己造的孽。我剑锋弟子身负剑道尊严，怎能因区区年检停飞？你敢进我剑锋？不是进你剑锋，是进不合格飞剑。我们可是剑修。是，但你们现在是步兵。弟子刚刚剑气入喉了。哼！所有飞剑排队检查，不许插队，不许托关系，不许说自己是天才就免检。我乃内门排行第9，天赋卓绝。你的剑柄松了，下一位。
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合格飞剑7把，300多把剑，只合格7把，其中4把还是外门弟子的，因为太穷，没钱乱改。那今日剑锋弟子如何下山执行任务？走。剑修走路，成何体统？那你们也可以跑。哟，剑锋今天接地气了。挺好，修仙先修腿。奇怪，今天看这些破剑，怎么越来越顺眼了？剑锋飞剑停飞之后，青云宗热闹了整整1天。准确来说，是剑锋热闹，其他锋看热闹。看什么看？没看，师兄。我们在看步兵。远远看去，陆贤没有半点高手风范，倒像个刚被人催完功的倒霉后勤。沈师姐，陆贤以前就这么厉害吗？可他刚才只看了几眼，就查出300多把飞剑的问题，连长老都说不出话。这种人怎么会一直待在后勤？因为他修不了仙。修不了仙？陆贤师兄，可他刚才明明……陆贤入宗的时候，比你们现在还小。孩子，还醒着吗？为什么不扔？这是我爹给我做的，翅膀坏了，还能修。那年山下闹灾，陆家村被妖兽冲散，他父母为了护他，被妖兽拖进山里，再也没有回来。那他后来宗主下山巡查，在一座破庙里发现了他。当时他烧得很厉害，怀里却抱着一只坏掉的木鸟，所以宗主把他带回了青云宗。宗主把他带回青云宗后，本来想让他入外门修行。静心，感应灵气。长老，我好像感应到了。什么？饭堂开饭了！凝神，御物。这小子，宗主本来想收他入外门，让他走修行路，可他灵根很弱，
口诀背得慢，引气入体也慢。别人3日能感应灵气，他3个月只能感应到饭堂开饭，这也太像陆贤师兄了。教他的长老急得吹胡子。后来宗主也看明白了，陆贤对修为一窍不通，可宗门里坏掉的东西，他看一眼就知道哪里不对。别人入宗都学御剑，学丹道，上学法，只有我天天修门、补墙、换锁，登记坏东西。我像是来青云宗打杂的。你修好的门，有没有挡住过风雨？后勤的事看似琐碎，但每一件都是能护住人的事。你补好的结界有没有护住过外门弟子？能护住人的事就不算打杂。难怪太上仙尊说陆贤师兄很稳。我以前还以为后勤很闲，你敢当着陆贤师兄的面说吗？我还想活着领飞剑。多谢陆贤师兄，多谢陆贤师兄。他一开始不愿意，他说自己像是来青云宗打杂的。宗主告诉他，能护住人的事就不算打杂。从那以后，他就留在了后勤。别人练剑，他修剑架；别人炼丹，他修丹炉；别人闭关，他修闭关式门径；别人飞收，他修飞升前打不开的门。沈师姐，何事？你脸红什么？剑锋风大。可是师姐，今天好像你飞剑年检过了吗？没有。那就去排队。弟子这就去。剑锋今天怎么怪怪的？算了，反正他们一直挺怪。莫慌，这是丹道异象。这宗门迟早把自己修没。这一刻，他们忽然觉得，那个后勤学子的背影，好像比御剑飞行的剑修还要快。听说丹峰练出了绝世神丹，什么神丹？名字叫防美丹。吃了有什么效果？炼丹方没了。这是什么？维修赔偿清单。炼丹事故乃丹道正常损耗。1号炼丹房屋顶全损，赤阳丹炉碎成27块，附近灵草田被火星燎秃3亩。后勤弟子现场抢修补贴，零售员香鹤受到惊吓安抚费，饭堂晾晒萝卜干被黑烟熏坏赔偿。饭堂萝卜干也算？长老，你闻闻，我晒了7天，你们丹峰炸一下，全成烟熏味儿了。烟熏味儿也许别有风味。那你全吃了。萝卜干赔偿，证据确凿。挺符合现状。陆贤，你不要太过分。长老，我只是按流程统计损失。我丹峰为宗门炼丹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有苦劳，所以才没按谋害同门算。老夫今日便再开一炉，证明丹峰实力。不行啊，长老，炼丹房都没了。
你冷静，弟子还年轻，不想再见太奶。怕什么？我丹峰弟子岂能因一次小小爆炸就畏首畏尾？小小，今日老夫就用此炉炼一枚回灵丹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丹道底蕴。你们什么意思？保持安全距离。稳了，不愧是长老，丹峰尊严回来了。看见了吗？这才叫炼丹。不对，又哪里不对？火候太急，泄牙口堵了。哼，老夫炼丹100年，还需你教？你去哪儿？找掩体。等等！这是2次异象。我给你备注，短时间内连续异象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。这个炉子其实还能改，泄压口开大点，火炉分3段，不容易炸。你说什么？这炉子设计太急躁，跟你脾气差不多。要真想继续炼丹，就先按我的安全方案重建。我们同意。长老，弟子觉得活着也挺好的。鲜明清晰，可以。陆贤，今日之事不许外传。放心，我不是多嘴的人。快来看啊！丹峰长老2次突破了，这次只炸黑了自己。看来不需要我外传。还真不是单纯贴错符啊！不好了，仙鹤集体不上班了。我现在辞职还来得及吗？师兄，我要去外门送文书，仙鹤不飞怎么办？走吧。走，习惯就好。字写的不错。陆贤，陆贤，你快想办法！今日宗门有外宾来访，没有仙鹤迎接，成何体统？区区灵兽，竟敢违抗宗门安排！长老，您上个月确实喝醉后抱着仙鹤脖子唱剑歌。闭嘴！长老，仙鹤也是有尊严的。老夫那是在以剑意帮他洗礼心神。他刚才是不是骂你唱歌难听？哼，你听得懂仙鹤说话？可能他表情比较明显。说吧，为什么不上班？初1接送新弟子，初2运丹药，初3迎外宾，初4送长老赴宴，初5接醉酒长老回山，初6夜间巡逻，初7临时加班。你们零售员没有休息日？仙鹤乃灵兽，精力充沛。你看他像精力充沛吗？还有超载啊！这是仙鹤还是货车？那天我们赶时间。问题很清楚，仙鹤没叛变，是你们把仙鹤当苦力用崩了。外宾马上就到山门了，现在怎么办？灵兽还要排班，你们剑修飞剑都要年检，仙鹤为什么不能休息？第5条针对谁？同意就开工。给我的？宗门里最懂感恩的，居然是鸟。
贵宗很朴素。这是什么？昨夜有黑影进过灵兽园，飞剑有黑气，丹炉有黑气，现在灵兽园也有。我就知道，这宗门的事儿根本修不完。我的剑真的没问题。下一位。这才叫正常宗门。哎呦！谁又动大阵了？又怎么了？陆贤，掌门，我今天轮休。护宗大阵异常闪烁，我没看见。行，他看见我了。大阵忽然失灵，必有强敌暗中出手。不错，这绝不是普通故障。陆贤，你怎么看？我看见问题了。所以，护宗大阵失灵是因为一张小广告？准确说，是因为他贴在了灵气回流口上。胡闹！我青云宗护宗大阵怎会被区区小广告影响？你看，他还挺影响。这小广告看起来普通。或许暗藏此高深魔功，魔功挺便宜。谁敢在护宗大阵阵眼贴这种东西？这纸不普通，至少比你们宗门通知栏用的纸好。不对，哪里不对？这里少了一节灵气。灵气还能少一节？就像你们丹峰账上灵石一样少了。你不要乱说。魔气，果然是魔族。我早说不是普通故障。你刚才还说小广告是魔功。护宗大阵上次全面维护是什么时候？回掌门，上次全面维护是20年前。20年？因为大阵一直运转正常，所以你们修仙界最大的问题不是魔族，是都觉得老东西能一直撑着。陆师兄好像真的懂阵法。什么叫好像？他连太上仙尊门锦都修过。我现在觉得咱们宗门最靠谱的法器是他的蒙具箱。别乱夸，工具箱也很久没还了。权限？权限？这个权限能进饭堂后厨吗？陆贤，你刚才说阵眼处有魔气残留，很淡，像是有人顺手动过手脚。那一定是魔族探子。不一定，魔族真要破阵，不会贴这么丢人的广告。阵眼竟然这么快就修好了，青云宗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个后勤弟子？陆师兄，咱们真要进去吗？报销单上写的很清楚，掌门闭关室漏水，这事儿传出去，会不会影响掌门威严？会，但不修的话，掌门可能会发霉。何人？后勤，陆宪。进。陆贤，你来的正好。掌门，你这屋顶漏了。不是漏，那是什么？本座近日修行，偶有所悟，正在参悟水之大道。掌门，你这个水之大道好像从瓦缝里来的。
掌门，这水漏多久了？不久。掌门，你对不久的理解和我们后勤不太一样。本座闭关不便频繁传讯，还接了3盆。陆贤，掌门临危不乱，处置妥当。如何？表面是屋顶裂了，那便补瓦。里面还有暗水。暗水？这水怎么往地下走？闭关室下面有空层，应该是暗渠。主峰暗渠？掌门不知道。看来你不知道。本座只是未曾细问。懂。掌门负责大道，暗渠归我们后勤。漏水路径：暗渠临水逆流，水汽上反，遇巨灵阵凝成水珠，再从屋顶裂缝滴落。掌门，有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先说好消息，屋顶不难修。坏消息呢？下面比较难修，需要挪蒲团。需要。掌门，你舍不得？本座岂会舍不得一张蒲团？那我挪了。慢，清些。主峰闭关室、调度堂旧库、灵脉中庭，你做什么？抄一份。为何要抄？后勤习惯，有图以后修起来方便。这只是暗渠简图，应该用不上几次。掌门，你们宗门很多东西都是因为觉得用不上，所以最后都用上了。陆师兄，这里为什么标圈？水流到这儿有点不顺，堵了，像是堵了。你发现了什么？现在还不好说，可能只是旧暗渠年久失修。此事先不要声张。明白。尤其不要让各峰知道闭关室漏水。明白。更不要让丹修长老知道。为什么？他嘴碎。这点掌门判断很准。暂时修好了，辛苦。掌门签字。本座闭关室漏水也要签，流程要闭环。字迹清晰，可以。怎么？可能听错了。今日之事不得外传。放心，掌门参悟水之大道事儿，我不会乱说。陆贤，是闭关室正常维护。掌门，还有何事？下次再漏水，早点报修。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。出去。陆师兄，闭关室漏水这事儿真不能说。不能说。那要是别人问咱们来主峰干什么，就说掌门悟道。悟什么道？防水之道。陆贤进过闭关室，听说是小修小补。他有没有动暗渠？不清楚，去查。这地方以后得抽空看看。陆贤，又漏水了。我的剑丢了。青云宗真是一点都不让人嫌。本命剑被盗，必是魔族挑衅。请长老下令踏平魔族。陆贤，我只是负责后勤的，不负责踏平魔族。霜寒乃沈霜本命剑，剑灵已生，寻常人根本无法靠近。如今凭空消失，必有强敌潜入。什么时候不见的？昨夜。放在哪里？床边。最后一次用它做什么？师姐，查案要配合。切灵果。用本命剑切灵果？它锋利。还有呢？劈柴。你用霜寒劈柴？斧头不顺手。还有吗？拍核桃。那可是霜寒剑，剑锋年轻一代最强本命剑。没想到在师姐这里，竟然用来切水果、开门拍核桃。师姐，你这剑不是丢了，他可能是想离家出走。荒唐！本命剑岂会离家出走？长老，我的剑上次也跑过，因为我拿它烤鱼。你们把剑锋当什么地方了？看到剑痕了，跟剑痕走。
走吧。师姐，你平时跟剑说话吗？剑修与剑心意相通，无需多言。所以就是不说。你夸过他吗？剑不需要夸奖。人上班也不一定需要夸奖，但你连续让人加班、开门切水果、拍核桃，还一句好听话没有，人也会想辞职。找到了，他不想理你。霜寒，回来。霜寒，你乃剑锋神兵，岂能如此任性？长老，你骂他，他更不想出来了。剑也有脾气。出来聊聊，我不是剑锋的人，不骂你，也不拿你拍核桃。以后让他给你买剑鞘，定期养护，不乱用你干杂活。霜寒竟然听你的？不是听我的，他只是太委屈了。以后不拿你拍核桃，也不切灵果，劈柴，也不劈柴。多谢。不客气。剑灵情绪疏导也算维修项目。万事部显示，剑锋大师姐本命剑离感知加1。剑气感知增强吗？剑锋真是没救了。一个后勤弟子，不懂剑道，却能看懂剑的情绪；不会斗法，却能解决剑锋解决不了的问题。这个人好像没有表面那么简单。师姐，你别这么看我。为什么？你这样看我，我感觉又要报修。连剑灵异常都能处理，这个后勤弟子确实碍事。这下总不会有人乱贴了。有魔气！魔族，青云宗不过如此。少主，前几次试探皆因意外失败，此番是否直接破阵？意外？飞剑失控，丹炉爆炸，灵兽暴动，大阵闪烁，这些本该让青云宗逐渐失序，可每次都被一个后勤弟子修好了。属下无能。不必。今日本少主亲自入宗，我倒要看看一个修门姐的杂役能挡我几次。魔族少主竟敢亲至，众弟子准备迎敌。叶无忌，你擅闯青云宗，是想开战吗？开战？凭你们现在这座漏洞百出的宗门，也配让我开战？狂妄！这是什么？好像是访客识别。区区门禁也想拦我？未登记访客，请勿强闯。这谁设置的？陆贤，陆师兄，不好了！你们能不能等我吃完再不好？魔族少主叶无尽闯山门，被门禁卡住了。卡哪儿了？腰。那还行，没夹头就不算重大事故。掌门，请你立刻过去。魔族就不能挑个饭后时间入侵吗？你就是陆贤，你就是那个没登记的？放肆！态度恶劣。姓名：魔族少主叶无忌。所属单位：魔族。来访目的：踏平青云宗。这个目的不批。
是否携带危险法器？我本人就是危险。携带本人。少主，让属下破了这破阵。你也舔一下。我舔你！我舔！这魔族入侵怎么像来办手续？别说，还挺规范。你以为凭着门禁就能挡住魔族？挡不住，但能拖住你们填表。就是这个气息，看来你见过青云宗这些日子的麻烦，你真以为都是意外？果然是你们搞的！准备动手！啊，还能这么用？陆贤，我记住你了。别光记我，把表也给我。今日只是试探，下一次青云宗不会这么幸运。下次记得预约。退了，魔族少主被门禁卡退了，陆师兄牛啊！陆贤，怎么了？陆岩觉得整座宗门像一扇年久失修的大门，表面还立着，里面已经松了。掌门，你发现什么了？从明天开始，山门访客登记要加一栏。加什么？是否打算踏平本宗？总算有点管理样子了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魔族来了，他们从后山猎梯进来了！一堂，快来人！旋风飞剑被魔气干扰，飞不起来了。这次是真的入侵。青云宗弟子迎敌，燕峰弟子随我杀敌，寒风弟子准备支援。今日谁再把爆裂符拿错，老夫先炸谁！运行正常，山门没事。绕路进来的，还是不走正门？你以为本少主还会被你那破门进门主第二？我的剑又抽风了！这个他吃助眠丹了！谁让你们不给丹药瓶贴标签？长老，标签被魔气熏黑了！稳住阵型！这是大型综合后勤事故。后勤弟子，请我调度。在。东风结界破口不要硬补，先锋两侧灵路。一堂伤员按轻重分区，能走的自己走，不能走的让仙鹤运。饭堂立刻熬灵汤，不要问为什么，先熬10锅。丹峰问题我亲自去，其他人先按路线动起来。陆贤师兄，丹峰那边好像又把丹药混了。我知道，万师部已经刷了3遍异常。陆贤，你敢指挥我丹峰？长老，你想再睡倒一批弟子吗？疗伤丹红绳，回灵丹蓝绳，助眠丹单独封箱。谁再把助眠丹摆到疗伤丹旁边，我就把他名字写进事故复盘。照他说的做。丹峰临时供药，先稳住。陆贤师兄，饭堂那边已经起锅，一堂那边也开始分区了。行，后勤线算是先立住了。下面暂时稳了，上面还没完。你又去哪儿？去看看天上那个最大的故障。停，
找到总护帐员了。就是。那本少主就先杀了你！陆贤，小心！完了，是做功效吗？我套住了。正法反制加一，天意反制加1。不是杂役弟子。我是后勤，临时加班的。青云宗真正麻烦的，已经变成你这个后勤。赢了！陆师兄挡住了魔族少主的全力一击，后勤无敌！后勤无敌！这系统是不是没有劳动法？那一夜，我亲眼看见陆师兄挡住魔族少主的全力一掌。何止挡住，陆师兄抬手之间，护宗大阵都听他调动。你们懂什么？陆师兄一定是隐藏剑道高手，他看我们飞剑一眼就知道什么哪里不合格。都胡说！陆师兄说的是单道奇才，他肯定在做10万中的大道，对不对？都闭嘴！他修的是吃饭道。东风结界战损，请后勤尽快修复。剑锋演武场被魔族砸出大坑，请后勤填平。丹峰防爆棚2次变形，请后勤加固。灵兽园山鹤心理受创，请陆师兄亲自安抚。一堂门槛被伤员踩坏，请后勤处理。饭堂灵汤锅底糊了，请后勤评估是否算战。我为什么没被叶无尽打死？陆师兄慎言啊！我现在理解仙鹤为什么罢工了。师兄，掌门让你去主峰，干什么？说是要奖赏你。灵石？不知道。假期？懂了。陆贤，此次魔族偷袭，你调度全宗重启大阵，救下无数弟子，功劳极大。掌门过奖。所以经本座与诸位长老商议，决定给你一个重要职位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暂任青云宗临时后勤总管。临时？是。后勤？是。总管？是。涨钱吗？所以就是活更多了。陆贤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，工资也应该越大。小友，守护宗门乃无上功德。仙尊，功德能抵房租吗？魔族虽退，但宗门内部存在许多问题，不可轻视。掌门也知道了。你昏迷前说过。我昏迷过？师兄，你挡完魔族少主那一掌后，站着睡了半个时辰。我还以为是眨眼。这些年宗门问题确实不少，门禁失修，飞剑停减，丹房混乱，灵兽过劳，大阵维护缺失。以前我们只当是疏忽，现在看不一定。我可以查。好，但我要3样东西。你说。第一，所有维修记录我有权调阅。准。第二，各峰不得阻拦后勤检查。第三，后勤处加2个帮手。就这个？掌门，你不知道一个人修全宗有多累。小有所求，竟如此朴实。我本来想要10个。高层，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正常。剑锋长老暴躁，丹修长老嘴硬，灵兽园管事心虚，掌门爱面子，太上仙尊像是在睡觉，都不像好人。但一时也看不出谁是内鬼，忽然觉得活比修门艰难多了。又怎么了？掌门，外门宿舍出事了，外门弟子说宿舍闹鬼。修仙之人岂会怕鬼？长老，那鬼还打呼噜。鬼打呼噜？掌门，怎么？我现在辞去临时后勤总管，还来得及吗？这宗门连鬼都睡得不安生。你抱这个干什么？壮胆。你这胆挺空。陆总管，你可算来了。别这么叫，听起来就像要加班。
来了，就是这个声音。昨夜我听见他在我床边叫，我还听见他说梦话。你们这宿舍多久没修了？也就10几年。10几年叫也就？外门弟子流动大，大家都说先凑合，凑合到开始闹鬼。啊，真是鬼！目前看，更像是房子自己想投胎了。别抢我的鸡腿！鬼说话了，他要吃鸡腿，快跑！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？陆师兄，小心啊！真有鬼的话，让他先填住宿登记。声音在楼上，这楼梯也报修。陆总管，现在是闹鬼，鬼可以等，楼梯塌了人等不了。有人吗？找到鬼了。这不是王大壮吗？他不是修炼阴波功吗？他什么时候呼噜这么大了？醒醒，鸡腿喊我的。这是睡眠扰民。哎呦，原来如此，吓傻我呀！你先别松气，他修炼出岔了，阴波功没练到嗓子，练到鼻子了。那他以后是不是可以用鼻子啊？家，你还挺会开发需求。你打呼噜闹鬼3天了，王大壮修炼阴波功失控，导致宿舍结构损坏7处，门窗损坏11处，外门弟子精神受损占若干。陆师兄，要赔吗？你是外门弟子，没钱，所以先记账。鬼没了，终于能睡觉了。陆师兄连鬼都能修，陆师兄连鬼都能修，不是鬼，是呼噜。陆师兄，我是不是还有问题？你以后睡觉侧着睡。好，宿舍楼必须修。可是外门经费紧张，经费谁管？宗门资源调度堂。调度堂，外门宿舍的维修申请，今年都被驳回了。都被驳回？是。有些鬼在皮肤里。师兄，怎么了？我睡觉看见天道了，那不是天道，那是房顶没了。陆师兄，宿舍真得修了。昨晚我梦见自己飞升了，醒来发现是床板塌了。我那扇窗现在不用推，风自己推。陆师兄，再不修，我们外门就要变露天修炼场了。你们昨晚没睡好？睡是睡了，就是半夜被风吹醒3次，被瓦砸醒2次，被师兄的床塌声吓醒1次。挺充实。去资源调度堂。外门宿舍漏风，调度堂门口聚灵灯照得像过年。师兄，小声点，怕什么？资源调度堂管钱，那确实可怕。陆总管，别这么叫，掌门亲封临时后勤总管，陆师弟如今也是宗门要职。外门宿舍必须修，屋顶、楼梯、窗户、排水沟全部要换。这个嘛，陆师弟，不是调度堂不支持后勤，而是宗门刚经历魔族偷袭，各处都要用灵石，所以又暂缓。外门弟子年轻，吃些苦也能磨练心性。有道理。那调度堂这么亮的聚灵灯也先拆了吧，你们也磨练一下。陆师弟说笑了，我也希望你是在说笑。陆师弟，宗门资源调度自有规矩，但暂未造成严重伤亡。外门弟子床塌、窗砸、踩空、染风寒皆轻伤5克，你管这个叫没造成严重伤亡？修仙之路本就不易。你住哪？调度堂后院。漏水吗？自然不会。那你修的不是仙。陆仙，你虽是临时后勤总管，调度堂批复不是你能随意质疑。我不质疑，我先修。没有调度拨款，你拿什么修？旧木料、废砧板、坏飞剑、丹风炸剩下的梁，东拼西凑，能修出什么？至少比你这个暂缓结实。修房子要力气，先喝汤。
这些木梁原本还能用来搭炼丹棚，当然，外门弟子也很重要。陆行，长老，开始动工。我剑锋剑鞘竟被你拿来垫楼梯，废旧剑鞘不用也是堆灰，垫楼梯还能救人，比你们飞剑稳。师姐，双寒剑不干杂活，进步很大。别跺，师兄，我就是高兴。高兴可以笑，不要做压力测试。统一权限。书跑了，快拦住那本功法，别让洛阳功法飞进你弟子院。这本我得留下。叫你3年不背第一章，书也记仇啊！此处必考，怎么书也会催学？书也要报修。放肆！陆贤，快想办法！曾经葛乃宗门根基，岂能说修就修？他自己撞珠子了。不是书成经，那是什么？有人贴了引灵符。引灵符？那不是用来牵引低阶灵物的吗？贴在书架上，就能把有灵性的书引出来。谁如此大胆？这本书多年无人借阅，怎么会被翻出来？有人不是来偷功皇，那偷什么？偷旧阵图。师姐，这本你可以借回去。我已经在改了。现在是书乱飞，你们能不能先处理正事？这是何物？捕书网。所有弟子听着，不要用剑批书，谁批坏一本，谁抄一本。丹峰弟子不准用火烧。抓住他！别让门规强姐跑了！这本修仙常识谁呀？他刚才骂我没常识。幸好没丢太多。这本缺了3页，缺的是哪几页？地下旧阵、灵脉旁路、主峰暗渠，这些都和护宗大阵有关，而且和最近几个事故也有关。飞剑库、丹峰炉火、灵兽园、阵眼外门宿舍，看起来毫不相关。可有人若是熟悉宗门旧阵，就能通过最不起眼的地方影响整个宗门。调度，这不是偶然。此事要不要立刻禀报掌门？要。问心荷叶，问心梯。青云宗问心梯，弟子入门要走，长老晋升要走。宗门若有重大疑案，也可请相关人员登梯自证。也就是说，谁心虚谁上不去。理论上如此，那挺好。你想请谁上梯？陆师兄，问心梯出事了。他也闹鬼？不是，他不让长老上去。荒唐！老夫修行80年，问心梯竟敢拦我！陆贤，你来的正好，问心梯必定是坏了，速速修复。长老刚才走到第几级被弹下来的？第3级。挺早。第3级怎么了？老夫只是今日气息不稳。问心梯乃宗门旧器，已有100年未出大错，今日为何突然拒绝长老通过？批了重造便是。长老，他好像不喜欢你说批了他。法器嘛，都有脾气。长老要不要试试？老夫今日丹火不稳，不宜问心。一个个平时嘴挺硬，台阶都不敢上。没有裂痕，没有魔气，没有外力破坏，
灵力流转稳定，没坏。不可能，没坏为何弹老夫？有没有可能，他就是想弹你？问心梯若没坏，那就是老夫冤枉。近日宗门多事，老夫只是奉命审查各处账目，心神疲惫，才被问心梯误判。奉谁的命？陆总管，问心梯之事不必小题大做。问心梯年久失修，偶有误判也是常事。调度堂也懂维修，调度堂虽不修葺，却管修葺所需的资源，怪不得很多东西修不了。周成，你来的正好。既然问心梯疑似有误，不如你也上去试一试。掌门说笑了，属下今日还有要务，临时调备账册尚未整理完毕。问心梯就在这里，走两步不耽误你暂缓别人。周成，上梯。属下问心无愧。周执事没问题，那刚才那位长老真是误判。问心梯也会看人下菜吗？掌门，属下可否下来了？继续。陆总管，问心和宴并无规定必须走完99节。继续。你袖子里是什么？静心玉，拿出来。陆总管未免管得太宽，拿出来。魔气！周执事身上怎么会有魔气？周成，你需要解释。掌门，属下自然会解释，但今日问心梯异常，显然不适合继续合宴，属下愿暂回调度堂，等待查问。你想走？掌门若要拿我，也请先有证据。魔气玉片算不算？那只能证明玉片有问题。行。问心梯没坏，你修什么？刚才你不是说它坏了吗？问心未尽，请登完。他让你走完，这次可能真不是设备老化。掌门，问心梯今日异常，若强行登梯，恐怕影响结果公正。他刚才没坏。周成，登梯。你若问心无愧，怕什么？就是，老夫虽然不上，但老夫支持别人上。周执事，你身上东西挺多啊。陆总管，你什么意思？静心玉一枚，稳魂符一掌，靴底还压着东西。取出来，需要老夫帮你取吗？又是魔气！周执事身上怎么这么多东西？这还问什么心？直接问罪吧！这些东西皆来自调度堂库房，有人陷害我。你们调度堂库房真热闹。陆显，你不过是一个后勤弟子，莫要把自己看得太高。我一直蹲着修东西，视角挺低。解释一下。外门修缮批复重度，偶有调整，是职责所在。什么？剑锋飞剑损耗过大，资源调配需有取舍。周成，让他走完。够了。退后！魔血，拿下他！别让他进灵路。异常事件，问心梯遭魔气反噬，处理建议封锁第13至24节。还能预知？奖励预知，问心文理9加1。陆贤，你真该死！你排队吧，想弄死我的人最近挺多。魔族令牌。陆贤，你查得越深，青云宗死得越快，竟让他逃了！周成不是源头，他只是用这个权限的人之一。
他背后还有人。你确定？他身上的批复灵异，不是最高权限，能让他连续10年压下外门修缮、大阵维护、飞剑年检的人，位置比他高，比调度堂副执事更高，那至少是长老，甚至是核心长老。你们宗门的法器怎么都喜欢加班提醒？师兄，怎么查？烧了吧。师兄，开个玩笑。暂缓令仪，这些词看着比魔族还讨厌。灵石去了哪里？账面上没消失。什么意思？外门宿舍的修缮灵石被调去主峰灵脉稳固，飞剑年检灵石被调去阵基储备，雾宗大阵维护灵石被调去应急库。听起来都很合理，所以才麻烦。每一笔都不是偷，每一笔都是挪。挪和偷有什么区别？偷是拿了不还，挪是说以后还，但以后通常不来。那要查应急库。灵石库。陆总管，灵石库重地，需有长老手令。好多灵石。你在看账？我在看梦想。陆总管，灵石库账目每月盘点，从无差错。从无差错这种话，一般都是出事前说的。灵气流向不对。灵气流向？这下面是什么？库底镇灵阵，打开。新装的。我不知道，老夫真的不知道。从灵石库抽灵气，流向地下，经过主峰暗区，再接到旧阵基。藏经阁缺的那几页。对上了。师兄，有人在偷灵石。有人在用青云宗自己的灵石养一个地下阵法。是灵鼠。你又带吃的？后勤基本素养。换。谁让你来的？这后面是封死的旧库。内门试炼，半个月后就是内门试炼，不是半个月后。啊！不可能，试炼秘境怎么提前开了？有人不想等半个月。谁启动了试炼秘境？掌门。不是我们启动的，这门权限被强行介入了。怎么回事？我还没报名，我只是路过啊！我刚从饭堂出来，手里还拿着馒头。陆师兄，救我！你不是外门弟子吗？我捡了个令牌，师兄。你该减重了，我这叫根基扎实。魔气改过，能关上吗？还有多少弟子被吸进去了？至少37人。我进去救人。秘境异常，贸然进入太危险。里面有弟子。非得进去？
你还挺会聊天。如何？外面关不上，有人从地下旧阵基接近了秘境阵门，要从里面断。我去。我也去。你进去？我是去修门的。带上疗伤丹、回灵丹、避毒丹、清心丹，都贴标签了吗？贴了。灵饼路上吃。还是大娘靠谱。陆师兄，我也去。你去干什么？我根基扎实。你负责在外面扎实。走。师姐，还好你进来了。你挡过叶无尽，那是误会。妖兽被攻了魔气，这眼在哪儿？那边。我遗书都还没写。陆师兄，陆师兄来救我们了！别喊，省点力气跑。接上了。这就是地下旧阵基。有人用灵石库的灵气把废弃阵基重新养活了，再借秘境开启，把弟子吸进来。为什么？这是剑姬。陆贤，你果然来了。别急，这次我不是来打架的。那你填表了吗？秘境违规开启，弟子非法吸入，地下阵基私接灵路，你这胆挺大。你很快就笑不出来了。你们不是要查吗？还有封门，那就留在里面，慢慢查。万事部显示异常升级，失联秘境出口关闭中，建议立刻维修。行，修门这事我专业。我不想在秘境里过夜，我还不会辟谷，我晚上会饿死的。秘境门一旦被旧阵基接管，外面的人打不开，里面的人也出不去。你不是会修门吗？那你就慢慢修。你们魔族是不是对修门有什么误解？门这个东西，只要还叫门，就有开关。这是镇门，不是你后勤处那扇破木门。确实不一样，这扇更旧点。多久能修好？正常修半个时辰。我们没有半个时辰，所以只能不正常修。你准备用这个修秘境镇门？这是我的常用工具。它看起来像用来砸核桃的。师姐，他提醒你不要想以前的事。你们真以为自己能出去？所有弟子站到石台外圈，不要踩黑色纹路。陆师兄，我被地板抓住了！别乱动！你现在是阵法的一部分。我不想成为一部分。多谢陆师兄。黑色阵门的本体不止在周成身后的门上，它的锁芯被埋进了地面旧阵基。黑色阵门不是单独关闭出口，而是把整个秘境当成一间屋子，从地下旧阵基处反向上走，进不去就断不了，断不了就出不去。这可是青云宗100年前的废弃阵基，后来被大人重新改造。大人，你背后果然还有人。来不及了，我强行斩门。不能斩，斩了出口会塌，里面的人会被卷进乱流。乱流是什么？大概就是你今天进去，明年出来，也可能出来的是你的一条腿。你拿这个做什么？开门。还能清退？做了什么？你们从地下阵基非法接入秘境，按宗门门禁管理规定，算未授权访客。不可能，门不走正门就会这样。陆贤，你临时出口开始。
这秘境怎么突然像山门了？别问，陆师兄修过。所有弟子排队出去，不要急，不要御剑，不要试图把妖兽带出当纪念品。你也要排队？你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？又跑了。至少弟子救出来了。陆师兄，秘境里的灵果能带吗？算宗门财产。青云宗高层里带玄字的人不多，其中地位最高的只有一位，资源调度堂真正的主事长老玄衡长老。掌门，我能做吗？现在在议宗门大案，我想做这议。给他搬把椅子吧，这孩子刚从秘境里修完门。仙尊懂后勤。你将秘境中所见再说一遍。灵石库、地下旧阵基、黑色阵门、玄字令。玄字令，此令样式确实像调度堂高阶权限令。青云宗高层中持玄字权限者只有玄衡长老。那还等什么？立刻拿人！若真是玄衡，他这些年压下多少修缮申请，老夫丹峰差点被炸平。长老，丹峰爆炸也有你们贴错符的原因。玄衡，他竟会如此吗？仙尊，证据已经摆在眼前。半枚令牌不够，若只凭半枚断令拿下核心长老，宗门必乱。你笑什么？我笑青云宗停讲流程，这是宗门规矩。规矩是好事，但有人若一直利用规矩拖延维修、转移灵石、压下匹夫，那规矩也会变成门禁漏洞。你的意思是，不能直接拿人，但可以查账。还查账？玄衡长老能做到现在，肯定不会把证据放在明面。令牌断了，旧阵基关了，现在直接去问他，只会说令牌丢了，周成背叛，自己不知情。所以得查他没来得及擦掉的地方。哪里？维修记录。修东西的人会留下记录，坏东西的人也一样。外门宿舍、飞剑连检、丹峰防爆、护宗大阵、灵石库、秘境阵门，每件事看起来都是不同的人处理，但查10年批复、调拨流向、维修延误时间，就能看出是谁在宗门搞鬼。你确定这样能够查出来？不能确定。那需要多久能查出来？正常查的话，至少需要3个月。这也太久了，所以需要不正常查。先查3处，
哪3处？第一，调度堂旧库；第二，主峰暗渠；第三，玄衡长老的私印记录。我带人去。不能大张旗鼓。玄衡若真有问题，现在一定在等我们上门。那怎么办？先让他以为我们还在查州城。明修栈道，暗查玄衡，差不多。通俗点说，就是先装傻。那谁去装？你们都看本座干什么？掌门，你平时就挺像。陆贤，我错了，掌门。此事由你暗查。可以，但我要进调度堂旧库。旧库有禁制，需要玄衡长老权限，所以要借个理由进去。调度堂旧库屋顶漏水，我刚才路过看见了。师姐，你现在很有后勤思维。跟你学的。掌门，玄衡长老求见。听闻试炼秘境出事，老夫来迟，请掌门责罚。玄衡，州城叛逃，你可知情？州城，他竟然叛宗！州城是老夫一手提拔，若他真与魔族勾结，老夫难辞其咎。请掌门撤去老夫调度堂主事之职，待查明真相后再行处置。这人比州城难修多了。这位便是陆总管吧？临时的。青云宗能有陆总管这样的后勤弟子，是宗门之幸。长老过奖。若调度堂有任何账册需要核验，老夫愿全力配合。那调度堂旧库呢？自然也可，不过旧库年久失修，屋顶漏水，恐怕不便入内。没事，漏水我专业。这地方看着像废弃旧库，实际更像故意装成废弃旧库。陆总管，旧库多年不用，里面都是废旧账卷和坏损法器。若不是屋顶漏水，也不必劳你亲自来修。长老客气。沈师之也来了，帮忙递工具。剑锋大师学姐给后勤递工具，倒是少见。长老，宗门现在讲究跨峰协作，好事。陆总管慢慢查修，老夫还有调度堂事务，先行一步。长老不看着，老夫既说配合，自然信你。长老真大方。有问题？问题很大。漏水？漏水是真的，但下面也在漏。漏什么？漏灵气。师姐，你现在递工具很熟练。少说废话。他说你进步很大。封条是真的，那箱子呢？箱子也是，下面是假的。找到了。太容易了，玄衡敢让我们进来，就不该把自己的私印放在这里。陷阱。陷阱。陆总管果然细心，这么快便找到老夫的私印。他知道我们会来，他故意让我们找到。老夫老了，管理调度堂多年，难免有疏漏。这些私印若被人盗用，确实说不清。所以你提前放在这里，等我们找到，就说是州城偷用你的私印。陆总管何必把人想得这么坏？东西坏没坏，一看就知道；人坏没坏，我现在也多少能看出来。这种火专烧文字，不烧纸张。一旦烧完，账册还在，上面的记录会全部消失。他要毁账？陆总管，旧库潮湿，账册受损也是常事。火烧得这么整齐，确实挺潮湿。你在写什么？抄账。
现在再晚就没了。外门修缮灵石调入镇机储备，先锋飞剑维护灵石转入主峰暗区，丹峰防爆阵款项归并旧库。护宗大阵全面维护申请，权衡私印驳回。长老，他们能出来吗？沈霜能出来，那陆贤呢？他若只是会修门，也能出来，但若想带着杖出来，就难了。门被封了。封门？那他选错项目了。我专业对口。多久3息。我挡火。陆总管，沈师侄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旧库漏水已经修好了。那就好。顺便，漏出来的账我也接住了。长老，你这屋顶漏得挺深啊。陆总管，你说漏出来的账接住了，可这些账是你自己刚刚写下来的。对，那便不能算原始账册。你毁账在先。沈师侄，老夫若要毁账，何必让你们进旧库？旧库年久失修，阵盘混乱，会文火或许是州城事先布置，老夫也是受害者。说得通，私印可以被偷，账册已被烧，旧库机关可以是州城布置，长老你也可以什么都不知道。陆总管明理。看有个东西你不好解释。什么？旧库屋顶漏水是真的，可这水不是从上往下漏，这里面有主峰暗渠的灵泥味儿。水是从地下反上来的。旧库屋顶漏水只是表象，真正漏的是地下暗渠。你把旧库布置成潮湿年久失修的样子，是为了让人觉得账册坏了、阵盘坏了、封条坏了都很合理。可惜漏水这活儿我真的很熟。陆总管仅凭水痕便要定老夫的罪？不是定罪，是报修。按宗门规矩，涉及水患、灵气外泄、阵基损坏，后勤有权直接排查。哼哼，陆总管果然熟悉流程。没办法，流程这东西，别人拿来托事，我只能拿来干活。那陆总管打算查到哪里？主峰暗渠，主峰暗渠连接掌门闭关室，灵脉中天，护宗大阵下层灵路。若贸然进入，稍有不慎，便会影响整座宗门。所以我去，你一个后勤弟子，承担不起这个后果。长老，我前几集就开始承担后果了。陆贤，掌门，旧库屋顶已修。这叫修？为了防止以后被困，我给他增加了开放式。账呢？外门修缮款调入镇机储备，飞剑维护款转入主峰暗渠，护宗大阵全面维护申请被玄衡私印驳回，丹峰防爆阵款项归并旧库。我丹峰防爆阵的钱也没了。长老，你关注点很稳定。那是防爆阵，没有它，我丹峰弟子每天都像在赌命。你们有防爆阵也像赌命。掌门，诸位长老，这些灵墨纸并非原始账册，只是陆总管从毁天火中临时抄录。若州城提前布置陷阱，引导陆总管写下这些内容，也并非不可能。你还想狡辩？老夫不是狡辩。青云宗处理核心长老，不能只凭一场火、一叠手抄账、一枚可能被盗用的私印。玄衡只需要把所有异常都推给州城，只要州城没被抓回来，证据链就断一截。这个人比一整座坏掉的大阵还麻烦。坏掉的大阵不会说话，玄衡会，而且说的还挺有道理。陆贤，你可还有别的证据？有，水从主峰暗渠来，暗渠里肯定有东西，也可能只是旧库地质低，积水倒灌。那就去看看。若什么都没有呢？那我顺便把暗渠修了。查主峰暗渠。掌门，暗渠牵连甚广，是否应等调度堂整理图册后再行进入？需要多久？3日。不用等。之前掌门闭关室漏水，我顺手抄了一份。旧事莫提。入口在掌门闭关室后方，调度堂旧库下方，
灵脉中庭侧井3处，旧库入口被你们封了，调度堂入口现在不方便，所以我们走掌门闭关室。为何又是本座闭关室？掌门，你那儿漏过。陆贤，暗渠里脏，别空着肚子进去。大娘，还是你懂我。避障丹贴标签了。贴了。哼，若暗渠里有危险，立刻传信。长老，要不要？别动。暗渠里不是给他们准备的，是给掌门准备的。入口就在这下面。本座闭关室下面为什么会有暗渠入口？掌门，你这漏水比上次严重。不太干净。暗渠怎么可能干净？我说的是灵气。哦，谁下去？我跟你。小心。做什么？要是我半个时辰没上来，你就往暗渠里扔避障丹。好，别扔爆裂符。老夫已经贴标签了。自己很重。这条暗渠像一根吸管。吸管？有人拿它吸青云宗的灵气。他自己就是杂物。别砍伞！为什么？他身体里有正文，砍散了，魔气会顺水扩散。那怎么处理？疏通，疏通。那些黑纹不是活物的一部分，是有人刻意塞进暗渠的魔阵残片。这是什么？证据比仗硬。够了吗？不好，有人启动了暗渠主阵，他知道我们找到这里了。陆贤、沈霜，上来！这条暗渠尽头连接的地方，不是普通旧阵，那里是青云宗地下最古老的废弃灵脉节点。走！一旦启动，整个主峰都会被反向抽灵。放！本座闭关房下面竟藏着这种东西，暗渠魔阵的一部分。玄衡丝印，这次看他还如何狡辩！又怎么了？掌门，你这闭关室可能要塌。既然你们非要把旧账翻出来，那便一起埋了吧。这下不是漏水了，这是整座主峰要报修。主峰裂了，调度堂塌了一半，灵脉工程也出问题了，快去通知一堂。我今天是不是不该上来？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对，现在该算加急维修。青云宗终于还是走到这一步了。元衡，你竟真与魔族勾结！勾结？你们只会用这些难听的词。你压我丹峰防爆阵经费，害我封炸了3回，2回半。陆贤，若没有你，这座宗门本可以安静的烂下去。听起来不像夸我。本来只要再等3个月，地下旧阵便可彻底复生，灵石库、暗渠、秘境、护宗大阵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归于旧阵。到那时，青云宗不需魔族攻打，自己便会崩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问我为什么？当年青云宗灵脉破损，是我带人日夜调度资源补上灵脉缺口；护宗大阵重建是我一笔一笔算出来的；各峰资源分配是我背了几10年的骂名。可最后呢？你们闭关的闭关，悟道的悟道，打架的打架，所有人都只记得剑锋锋芒、丹峰灵丹、掌门威严，谁记得调度堂？
青云宗表面光鲜，内里早就烂了。外门弟子住破楼，飞剑多年不减，丹峰安全混乱，灵兽超负荷，护宗大阵没人愿意维护。你们只在出事后找人修，可从来没人问过为什么会坏，所以你便与魔族合作。魔族至少知道资源该给谁。这话不严谨。魔族上次入侵，连访客登记都不填，管理水平不一定比青云宗好。死到临头还逞口舌。这不是小镇，这是一个埋在青云宗地下的巨大旧镇，以前被废弃，后来被玄衡长老用这些年挪走的灵石和维护经费一点点养活。这镇在抽宗门灵气，回灵丹，红绳疗伤，蓝绳回灵。老夫知道，幸好贴了标签。底下救治脉提前启动，风险等级极高。要断案区？如何断？雕斗堂旧旧库暗窥导灵线有7条，最后一条接在护宗大阵阵眼上。看出来了，太迟了。陈恒，你终于动手了。废话，按约定，旧阵打开后，青云宗归你。当然，一定要把青云宗送给魔族。青云宗早就不是当年的青云宗了，毁了也好。不对，什么不对？你也被算计了。这阵不只抽青云宗灵气，也在抽你的。胡说！你以为自己在启动旧阵，实际上魔族改过阵心。阵一旦完全开启，青云宗会塌，你也会被当成阵眼祭品。陆贤，你确实麻烦。你骗我！合作本就各取所需。你要青云宗崩塌，我要青云宗灵脉，并不冲突。拦住他！你的对手是我。沈霜，你真要为一个后勤拼命？他在修宗门，你在拆。所有人听我调动！青云宗塌房了，现在开始抢修。陆师兄说抢修，这东西也能修吗？他连魔族少主都能卡门解，应该能吧？可是这次塌的是宗门啊！那就是大型宗门维修。你们都看我干什么？陆师兄，你不是说抢修吗？行，抢修可以，但我先说好，这算加急，算高危，算夜间作业，还有人为破坏，都算。有掌门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陆贤，你以为靠这些杂役弟子就能切断旧阵？第一条，调度堂旧库线，剑锋长老，你带3名剑锋弟子去，斩断便是。那是导灵线，不是绳子，你一剑劈错，调度堂可能直接炸。你们剑修终于也有不能乱劈的事。沈霜，你跟剑锋长老一起去。我知道。你负责提醒他别乱劈。好。第二条，灵石库线，王大壮，你带外门弟子过去。我？你根基扎实，负责搬灵石架，别让导灵馆继续吸灵气。保证完成。别把灵石搬自己兜里。陆师兄，我不是那种人。你刚才确实看了好几眼。我那是在观察敌情。第3条，掌门闭关视线，掌门你自己去。本座去修自己闭关室。自己的漏水自己处理。好，别为了面子说自己在悟道，下面真会塌。本座知道。第4条，藏经阁旧阵图线，长老带门规总策过去，旧阵图附近的灵纹和藏经阁书灵相连，别让书再乱飞。明白。这本书也不太对劲。第6条，灵脉中庭2条。灵脉中庭？你让老夫喝饭汤去。脉中庭现在被抽灵，必须用稳定灵力补进去。回灵丹？光靠丹不行。大娘，你的灵汤要几锅？越多越好。后厨，开火熬汤。灵脉中庭这种地方，用灵汤合适吗？你有更稳定、更温和、更适合弟子吸收的灵力来源吗？没有就别废话，来烧火。老夫堂堂丹峰长老给你烧火。你会控火？你别说，好像是那么回事。第7条，我去。你一个人？不行，叶无尽在山门外，玄衡也会阻你。那条线接的是护宗大阵权限，我最熟，所以要有人拖住他们。玄衡交给本座，叶无尽由本座暂挡。周成若再来，我斩他。我陪你去阵眼。行，不过师姐，你负责打架，我负责修复阵眼。老规矩。晚了，你们一个也修不了。各自出发，记住，不要逞强，不要乱劈，不要拿爆裂斧当防巢斧，不要把灵汤喝完。可笑，堂堂青云宗竟让一个后勤弟子调度全部。你错了，错在哪儿？以前青云宗就是没人调度，才会烂成这样。后厨支援队开火！
丹峰酷火队烧火！剑锋精准切割队出发！长老，我们不叫剑锋杀敌队吗？陆贤说不能乱批。不错，剑锋终于开始进化了。全线冲突，维修人员身份不足。我都修这么久了，还身份不足？提示：可临时申请后勤总管最高抢修权限，是否申请？申请。啊！这破系统，什么时候了还走流程？申请最高抢修权限，请掌门签字。他现在在忙。怎么了？要找一下掌门，所以只能走非正常流程。什么流程？你什么时候写的？掌门闭关时漏水那次，掌门暂时无法签字，先行抢修。我就知道，成蛋。临时进行开业，用时间半炷香，需切断其余6条导灵线后方可重启阵心。得看他们了。剑锋长老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青云宗任何地方，老夫都能去。你们剑锋只会乱批。长老，批吗？精准切割，没听过吗？陆贤教的。你竟然会控制剑气！老夫以前只是懒得控。剑锋有救。不能乱动，灵石架一倒，库房灵气会乱。陆师兄说了，搬架子，那是万斤灵石架，我跟你打死1万。1、2、3，外门弟子什么时候这么有力气了？住了10年漏风宿舍，扛冻练出来的。第2条导灵线已切断。外门靠谱。陆师兄说，别打主线，打旁边那个小节点。本座知道。陆师兄说你可能不知道。混蛋陆贤，本座这闭关室，你最好给本座修回去。第3条导灵线已切断。谁在骂我？好说。第4条导灵线已切断。好，说也靠谱。灵脉被抽得太快了，可以熬灵力汤恢复灵力。这是灵脉，不是饭堂。你炼丹不也用过？回灵丹不能这么用。你来控火。火候不能急，那就慢火。原来灵汤还能这么用。第6条导灵线已切断。还剩最后1条。陆贤，你修得很快，但本少主也见过，这一次没有门禁替你挡了。谁说没有？申请荒唐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挑方啊？等等，不是权限不同，是身份没更新。你认的还是上一任后勤总管？青云宗所有老旧设施都有一个共同问题，不是不能用，而是版本太老。太上仙尊的洞府门禁，之人300年前的身份玉牌，剑锋飞剑7年没年检，护宗大阵20年没全面维护，你以前是谁修的？跟一座镇说话，你已经慌到这种地步了。沈霜，你的剑道不错，可惜还不够。查询护宗大阵历史维修记录。顾长庚，魏主相，如果顾长庚的权限还在，护宗大阵也许一直没有真正任新的后勤权限。玄衡掌管资源调度多年，未必拿到了护宗大阵最底层维修权。
所以玄恒只能靠旧镇慢慢侵蚀，而不是直接接管。原来不是没人留钥匙，是你们没人知道钥匙在哪儿。师姐，再撑一会儿。求你的。后勤处旧库，东西在后勤处，可我现在护宗大阵阵眼，这不是远水救近火，这是远库救近阵。没时间了。现在管这个做什么？找到了。后勤弟子报姓名：后勤陆贤，工龄入宗5年，后勤3年。可会修门？会。可会补阵？会。可会通暗渠？刚通过。可曾按时吃饭？很想。看来是自己人。前辈，现在宗门快塌了，能不能先给权限？青云宗又塌了。又？100年前塌过一次。宗门历史还挺丰富。拦住他！陆星，你敢！长老，检测到大量未登记访客，来访目的踏平本宗。原来门禁还能这么用，挺方便。这能不能装到丹峰？你先把炉子修明白。你以为这样就赢了？没有，7条导灵线断了，但旧阵本体还在，玄恒被吸进去了，业务劲也还在，这只是抢修成功，不是彻底解决。顾长庚，原来他当年留下了后手。你现在还有机会停手。长老，你会被旧阵吞掉。停手，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那就让他青云宗塌，我便不算输。不错，还算有点用。这宗门已经够难修了，你就别再给我增加工作量了。孩子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大修。青云宗早就该塌了。长老，停下！废物！你以为我这些年养你是让你在这个时候劝我停手？可是魔族骗了我们，那又如何？只要青云宗毁了，谁骗谁都不重要。玄恒，你总算做了一件有用的事。业务界，旧阵开启后，我要你先杀了陆贤。可以。人阵绑定，就是把自己当阵眼，能拆吗？能，但很麻烦。前辈，你们后勤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？后勤都这样，活没干完之前话不能说满。怎么拆？献祭阵最怕3件事：第一，阵眼不稳；第二，祭品反毁；第三是什么？手续不全。这种人阵绑定，本质上就是把一个人的命、灵力、权限全部交给阵法。若要完成绑定，必须同时满足身份、意愿、权限。玄黄有调度权限，有献祭意愿，但他不是旧阵真正的原始阵主，所以他手续不全。对。旧阵现在能吞他，是因为魔族给他伪造了接入权限。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份伪造权限挑出来。前辈，怎么？你们100年前怎么没把这玩意儿彻底拆了？经费不够。一旦完全打开，魔族就能顺着这条裂口直入青云宗灵脉。到那时，护宗大阵再强，也只是守着一座被掏空的宗门。我下去。太危险。我知道。那你还去？不是救他，是拆违规绑定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拦住他。好。你拦得住我？试试。还好，后勤给付没过期。不走下去，直接到漏洞口。你想救他？我想救宗门，可他是叛徒。你不也是吗？你要是还认他是长老，就别让他被魔族当柴烧。周成，拦住他！
有场！长老，够了，还能动吗？能。盯住左边第3条黑线，应该知道哪条线最重要。找到你了，你敢动他？别硬拔，那怎么拔？先解除伪造权限。他伪造的是调度堂权限。还我！调度堂主司令申请撤销非法镇级接入，后勤底层维修权申请复核。检测到调度权限被魔族契约污染。执行。不行！多谢你帮我把玄衡这个碍事的废物摘掉。坏了，怎么？魔族强行接管了？也就是说，刚才是拆错了吗？不，刚才是救火，现在才是灭火。后勤真难。叶无尽在把整支魔族大军当成外界陵园，旧镇是主机，魔族大军是功能，叶无尽是操控者，青云宗是被入侵的倒霉系统。这次我真懂了。怎么断？断魔族大军和旧镇的连接。这些日子处理的每一件破事，竟然都不是白处理。原来万事部不是在让我加班。陆贤，你还想用门禁对付我？对，那是你对门禁理解太浅。他在调用全宗门禁，是修改门禁。临时规则：未经登记的魔气流不得接入青云宗地下旧镇。通过。需补充执行依据。依据就是他在偷我们家灵气。依据成立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阵法不修不行。怎么回事？我的魔气被退回来了。青云宗的阵法为什么还会查这个？有效，那就先毁了你。你这样穿来穿去太麻烦了。看这里。师姐，你有这好东西，咋不早拿出来？仙鹤救援队。饭堂灵汤补丹枫控火稳灵。老夫这辈子没想到炼丹术有一天用来熬汤。电风精准切断残余魔流。外门稳住临时库。我根基扎实，我们也扎实。这阵不对，旧镇撑不住了。陆贤，想把我也去？维护宗大阵阵心。够了！前辈，还有没有后手？有。多少？但需要很多灵力。多少？大概能把你抽干。不行！谁说只能抽我？全宗弟子听令，愿意帮忙的把灵力送进脚下阵纹，不愿意的也找个地方蹲好，别添乱。外门愿意，外门愿意，先锋愿意，丹枫愿意，丹枫愿意，饭堂也愿意。所有人都知道，他真的在修他们共同的宗门。不错，
这才像个宗门。实行强制断网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非法连接，强制断开。陆贤，你很好，但你以为本少主只有这一种办法吗？魔石钟，什么东西？专门震碎护宗大阵的工程魔器。所以刚才修完，现在又要被敲坏。我讨厌反恐。陆贤，这次我拆门。刚修好。那是什么？魔石钟，100年前魔潮之乱，魔族曾用它敲碎3个宗门的大阵。能挡吗？完整状态的护宗大阵能挡36响，现在这个状态大概能挡3响。刚才是第1响。对，也就是说还有2响。准确说是最多还有2响。前辈，你说话真的很影响士气。第2响。敲，自己敲敲也没这么烦。这钟声会震散灵力。别出去！难道等他敲碎大阵？你出去也看不到，他在战传护罩里。那怎么办？这钟怎么震碎大阵？共振，也就是找到护宗大阵的薄弱频率，再一点点阵裂。差不多。裂纹最先出现在老化严重、刚刚临时修补过的位置，现在要打第3响，不能硬顶，要泄力。全宗听我说，不要把灵力全部往护宗大阵里灌，硬顶只会裂得更快。从现在开始，所有人按我说的位置，把灵力分散到各处阵点，不是挡钟，是给大阵减阵。减阵？对，把整座青云宗当成一辆快散架的灵车。小兔崽子说好听点儿，当成一座需要临时加固的宗门。剑锋弟子去东侧镇住，剑气不要外放，压进阵纹里。丹锋弟子去南侧灵火口，用温火稳住战线。饭堂灵汤继续补，但不要灌主阵，分给各个阵点。仙恶带伤员撤到低阵区，不要在钟声正面飞。外门弟子去山门2侧，把灵石按3角阵摆好。3角怎么摆？你们平时吃饭抢座怎么围桌，就怎么摆。懂了。倒是聪明。第3响，全宗减阵。挡住了！陆师兄挡住魔石钟了！什么叫陆师兄？这是全宗一起挡住的，他也是陆师兄指挥的。别喊了，汤快见底了。谁把壮阳丹整瓶倒进锅里了？这是熬汤还是炼药？我大壮干的，我想着多放点补补。能挡第3响，那第4响呢？魔石钟短时间内不该敲第4响。为什么？会反噬敲钟者。他要强敲第4响。无忌，你疯了！只要能破青云宗，封一次又如何？如果挡不住钟声，那就让钟敲不响。那东西也算设备吗？算。设备就会坏。你要做什么？修它。魔族工程器，你也能修？修坏也算修。扫描魔石钟，不需要毁掉它，只要敲歪，第4响就会反噬魔族战舟。能不能给魔族战舟发临时访客通知？目标在宗外，无法执行。那就按外卖处理。之前仙鹤运送伤员，饭堂灵汤送到各阵点，都是临时物流路径。魔族战舟在山门外也算临时接收点。我让一张报修单过去。你小子比我当年还野。你拿飞剑送报修单，精准投递。
谁来御剑？师姐，不好！挡住了！魔师中炸了！陆师兄把魔族设备报修了。撤，下一次我要杀你。记得预约。此次青云宗能保住，你居首功。掌门，你不会又要给我升职吧？先说好，临时后勤总管已经够临时了。那便不升职，先修宗门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现在投靠魔族还来得及？不行，先吃。唉，行吧，吃完再修。这个怎么办？先收着。为什么？万一以后要保修呢？这小子有点像我了。陆师兄，咱们从哪儿开始修？我打算从辞职开始。掌门，你先别说话，你现在一开口，我就感觉要加班。孩子，宗门经此一劫，百废待兴，正需你这样的后勤人才。仙尊，你这句话听起来不像夸人。先统计吧，报修单一张一张来。主峰地面开裂，请尽快修复；闭关室漏水，请尽快处理，不得外传。剑锋地砖被剑气切坏，请后勤评估是否属于战损。饭堂3口大锅损坏，请后勤优先丢，否则全宗没饭吃。外门弟子王大壮搬灵石架时腰带断裂，申请工伤补贴。陆师兄，我为宗门流过汗。也断过腰带。唉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建议？可以，直接通知。后厨支援重建可以，但先修锅。饭堂优先，青云宗灾后重建正式开始。主峰裂缝第一优先级，护宗大阵第一优先级，饭堂大锅第一优先级。怎么都是第一？因为都急。外门宿舍第二优先级。陆师兄，外门宿舍不能第一吗？你们现在至少有屋顶。也是。剑锋地砖第三优先级，丹峰防爆棚第一优先级。陆贤，你终于懂丹峰重要了。我是不想你们重建期间再炸一次。以前只觉得陆贤会修东西，现在发现陆贤知道每一处坏了会牵连哪里，知道谁适合做什么，知道怎样让平时互不服气的人一起干活。师姐，什么？你带剑锋弟子去切主峰裂缝边缘的废石，记住切直一点，别切成剑意感悟现场。你也进步了。青云宗很多年没有这样了。哪样？不是各方争资源，而是各方一起努力。掌门，饭堂锅底坏了，算战损，走宗门账。这孩子挺好的。给我的。大娘说你再不喝就要倒在锅边。活过来了。一天一城，那还行。毁灭吧。为何现在才交？我愿交出调度堂所有暗诈，因为以前我以为宗门烂了。青云宗早就该塌了。刚修好。陆贤，你还想用门姐对付我？对。守城，拦住他！找到你了。
调度堂主事令，申请撤销非法阵籍接入，执行。所有人都知道，他真的在修他们共同的宗门。不错，这才像个宗门。陆师兄，不好了！从今天开始，不好了要分级啊！轻微不好，一般不好，严重不好，宗门又要塌了。这次应该是掌门不好。掌门怎么了？掌门闭关时修不了，这个我知道，所以掌门要临时搬出来。搬哪儿？外门宿舍。谁安排的？师兄你写的。我当时只想着外门宿舍刚修过，至少不会塌，却忘了掌门也是主峰受损人员。掌门，这个也带，以防万一。掌门现在很有防水意识。这就是修过的豪华版。掌门，这间已经是最好的了。掌门真住咱们这儿了？是啊，那咱们晚上还敢打呼噜吗？你问王大壮，我最近已经侧着睡了。掌门睡不着。王大仲，我去让他翻个身。我以前只觉得外门弟子修为低，是因为心性不稳，天资不足。现在我坐在这里，才知道他们原来连睡个安稳觉都难。掌门，外门早饭。外门平日吃这个，以前更差。后来我改过一次灵堂，为何不早说？说了之后呢？如果没有这次大战，没有玄衡暴露，没有调度堂暗账被翻出来，外门宿舍、饭堂、灵寿园、飞剑年检这些事，依旧会被一句暂缓压下去。王大壮，你再睡就倒了。我没睡，我在入定。陆贤，外门宿舍重建列为第一优先级。掌门，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还有饭堂、飞剑年检、丹峰防暴阵，以后不得再因所谓形象和内外门之别随意暂缓。掌门终于开始懂后勤了。本座只是亲眼看见了，很多事就是这样，住一晚比听100份报告有用。你是在讽刺本座？不是，是总结经验。忽然明白，后勤不只是修坏掉的东西，有时候也要修坏掉的规矩。掌门也去住外门了，住一晚就心疼了。我当年递了17份外门修缮折子，没人看，所以你选择毁了青云宗。毁他的人不止我。陆贤，你想查顾长庚吗？你知道个顾长庚？当然，因为100年前他查到的东西比你现在查到的还要脏。玄衡，周成已交出暗账，调度堂10年内挪用修缮灵石372丈，压下外门修缮申请49次，延迟护宗大阵维护8次，私接灵石库导灵馆，重启地下旧阵，这些你认不认？掌门说的不全。你还做了什么？丹峰防暴阵款项我也压过。果然是你！老夫就说丹峰防暴阵怎么年年批不上来。长老，你偷听的挺自然。这事儿跟我丹峰有关，批给你们也没用，你们该炸还是炸。你玄衡，你为何与魔族合作？我说过，星云宗已经烂了，烂了可以修。修？你以为你修了几扇门，补了几处阵，就能修好一个宗门？目前看，能修一部分。天真。陆贤，你现在看到的只是表面，外门宿舍、飞剑年检、护宗大阵、灵石库暗区，这些不过是最浅的一层。真正的问题在更早之前。顾长庚，你为何提他？护宗大阵底层权限是顾长庚留下的，如果没有他的旧工具令，
我们断不了最后一条导灵线。哼！仙尊，你认识他？认识。顾长庚是100年前青云宗第13任后勤总管，魔潮之乱时，他修过护宗大阵，救过青云宗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失踪了，准确的说，是被宗门遗忘了。玄恒，你少故弄玄虚。掌门，你只知道顾长庚失踪，你知道他为什么失踪吗？因为他查到了地下旧阵，不是魔族第一次利用青云宗资源。100年前，魔潮之乱前，也有人在暗中转移宗门废弃镇材。废弃镇材？哼哼，你果然听懂了。魔石钟碎片，你应该已经看过了吧？沈双确实从魔石钟上带回了一块碎片，碎片上刻着魔界难关之草。你以为魔石钟是纯魔族法器？不是，魔族真正可怕的地方，不是炼器比修仙界强，而是他们会捡修仙界扔掉的东西，废弃阵盘，淘汰灵材，报废法器，被暂缓维修的旧阵骨。这就像青云宗自己拆下来的旧门板，最后被人做成工程锤，又砸回自己门上。谁卖的？回答！100年前顾长庚查过，他查到一半，人就没了。玄恒，你知道什么？仙尊，那一年你闭关，掌门还不是掌门，剑锋忙着和魔族正面厮杀，丹峰忙着炼丹救人，调度堂忙着搬灵石，只有顾长庚一个后勤，拿着一堆没人看的维修记录，查到了废弃镇材外流。他来找过我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，宗门不是被魔族攻破的，是先从里面漏的。后来呢？后来魔族攻山，所有人都去守山门。顾长庚去了地下旧镇，他说那里有真正的裂口。等魔潮退去，青云宗活下来了，可顾长庚没回来。我们找过。你们找的是英雄，不是后勤。你们去问剑锋有没有见过他，问丹峰有没有见过他，问掌门大殿有没有见过他。可你们有人去后勤旧库翻过他的维修记录吗？我会去翻后勤旧库，顾长景的维修记录，魔石钟碎片，废弃镇材外流，我都会查。查出来又如何？查出来你会发现这修仙界到处漏风。青云宫不是最烂的，只是漏得最早。那就先从最早漏的地方补。你真以为自己能补天？补天太大，我先补门。好，先补门。陆玄，顾长庚当年也说过差不多的话，然后呢？然后他没回来。那我尽量回来，毕竟后勤处还有一堆报修丹。这种时候你还惦记报修丹？不惦记也不会自己消失。陆贤，查后勤旧库，本座亲自给你权限。这次不用候补签字，本座现在就签。你早就写好了，流程要闭环。小子，这门后面东西有点多。报修丹多我都不怕，东西多算什么？不是东西多，是坑多。前辈，你现在提醒不是有点晚？看来这位前辈确实是自己人。这地方多久没人打扫了？大概100年。前辈，你们后勤是不是都不爱打扫自己屋？前辈，怎么？这句话是经验还是遗言？算工商总结。别动！这是什么？防盗机关。后勤旧库为什么有防盗机关？以前有人偷工具。偷后勤工具？你还年轻，不知道一把好锤子在宗门有多值。那这个机关怎么停？说暗号。什么暗号？我忘了。前辈，你这记性是不是也被封在旧镇里了？有可能。临时维修人员，请出示后勤工牌。前辈，你有吗？我当年有。现在呢？可能锈没了。紧急情况，候补工牌。掌门1签字。掌门签字有效。
还好青云宗的破规矩一直没变，这叫制度传承。前辈，这炉子为什么还留着？丹峰说还能抢救。原来丹峰嘴硬，是祖传的。魔石钟100年前就出现过，顾长庚铁片已经发现他和青云宗旧镇才有关。100年前，玄衡还只是调度堂年轻弟子，顾长庚当年找过玄衡，或许就是因为玄衡知道一些内情。原来如此。黑市，这本日志我不记得了。前辈，你不是留下来的意识吗？是残留意识，我能记得一些常识，一些后勤规矩、后习惯，但最重要的是被断开了。断开，像一本账册被撕走了中间节。有人不止抹掉了宗门记录，还抹掉了顾长庚的记忆。谁？小心！这里以前没有这声音。前辈，能开吗？我本人就在这儿。那就是允许了。若后来者看到此门，说明我大概率回不来了。别紧张，我只是去修个很麻烦的东西。如果顺利，我回来自己拆门；如果不顺利，那就说明青云宗的后勤又要倒霉了。前辈，你们后勤传承真是一脉相承。这不是遗言，这是交接。我想起来一点了。什么？我当年不是去送死，我是去关门。关哪扇门？地下旧镇深处有一扇通往魔界南关的门。这些终于接在了一起。魔界南关制造，黑市通行牌，废弃镇财外流，顾长庚失踪。新任务不是新增报销，而是接上100年前未完成的单。陆贤一直以为自己是在处理青云宗这一带的烂摊子，没想到自己接到的是一张100年前没修完的单。小子，这单不好修。没事儿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接烂单。查到了。查到什么？顾长庚当年最后查到的地方。看来我们得下山一趟了。陆师兄，这些都是宝贝。你别碰，我就看看。你一看就想摸。有魔气。等等，陆师兄，我是不是飞升了？那是100年前的青云宗。陆师兄，他好像你。胡说。是挺像，尤其是雕饼的样子。山门东侧正文歪了，别往那边灌灵力。丹峰谁又把爆裂符混回主阵壶里了？剑锋的别乱劈，你们劈的是自家珍珠。掌门呢？掌门签字呢？算了，先修后补。前辈，这句也是你发明的？后勤传统。不是外面破阵，是里面开门。总管怎么办？关门。从哪儿关？里面。慌什么？修门而已，我专业。顾长庚，你关不上的。你们这些拆门的，永远不懂修门的耐心。就算你关上了，
宗门也不会记得你。记不记得无所谓，门关上就行。你想把我也锁进去？是让你成为门栓。你是青云宗的人，后来者，别开错门。他被封在旧镇里，那他还活着吗？我的肉身大概没了，但有一部分意识应该还在旧镇封门处。那个黑袍人是谁？看不清，你也想不起来？想不起来，但他很熟悉青云宗。100年前的内鬼，而且不是玄衡。为什么？那时候玄衡还年轻，没这个权限。那人能进入地下旧镇核心，能动封门阵，还能把我锁进去。他的权限比调度堂高。比调度堂高？100年前的核心高层，顾长庚查到的东西比现在查到的还要脏。这件事已超出后勤处范围，必须上报掌门。要告诉掌门。要。我们要去万气室找线索。万气室不是好地方。我听过，山下最大的修仙黑市之一，什么都卖，什么都收，灵气、阵盘、丹炉、灵兽蛋、假功法、真欠条，还有欠条，赌输的人卖的，不知道有没有便宜法器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腰带断了，想买根结实的。这次你别去。为什么？我怕你把自己卖了，还帮人数钱。我跟你去。不意外。还得带一个懂调度堂暗账的人。我去。你现在还是戴罪之身，所以我更该去。玄衡当年经手的暗账，有些我看过，万骑士这个名字我也见过。你若逃呢？我现在能逃去哪儿？倒也是。查万骑士，但记住，青云宗还在重建，不能大张旗鼓。还有，活着回来。掌门，这个要求比查账难。外出事由，注意安全。知道了。那便是万骑士。这里和青云宗完全不一样。青云宗再乱，至少门口还有门。看什么？这句话有问题。万骑士本来就乱，修不好不退钱，这不是抢吗？这里很多时候就是抢。那我可能来错地方了。怎么？我以为青云宗已经够乱了，没想到山下更像未维护区域。超赞！这里没人管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9成新飞剑低价出嘞！9成新？对呀对呀，绝对9成新。哪9成？9成还能看。几位不买也别动剑气，小本生意，小本生意啊！这叫事故隐患。哎呀，修仙嘛，哪有不冒险的？哎，解药另收10块零食。这个阵有问题。这里的传送阵一直这样，一直这样没人修，能传就行。能传就行，传完了怎么办？放心，都是正常波动。你忍得住？忍不住。传送，报修。谁报？他。传送阵底部灵石槽松了2个，定位阵纹磨损。西南角还被人用口香灵胶糊过。你们这阵多久没维护了？能用不就行了？哼。干什么？我送你去隔壁坊室。这阵不稳，站进去危险。看来你知道危险。这味道有厉害！
你是镇修？后勤。这年头镇修常见，愿意修公共传送阵的后勤不常见。那时才是真正黑市。万气楼在哪儿？进去还要登记，黑市登记不问真名，只认牌子，那还挺讲流程。流程是为了方便以后追债和灭口。通行牌，旧牌，旧牌有什么问题？欠账？我想不起来。前辈，你最好是真想不起来。原来是老客后人，请进。下一件牌品，100年前青云宗旧镇鼓1块，可用于改造工程法器，起拍价3010。那块所谓青云宗旧镇鼓，通体灰白，边缘刻着熟悉的旧阵纹，和顾长庚日志里记录的阵材一模一样。诸位，这可是上等旧宗门阵材，稳固、耐用、灵性足，炼成破阵器，最适合打宗门大阵。这里不能闹事。谁说我要闹事？我去验货。这位客人，拍卖途中不得上台。假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这块阵鼓不是上等旧宗门阵材，它被魔气泡过，灵纹烂了3成。拿去做工程器，最多响2声，第3声炸自己。他是谁？青云宗来的。青云宗还有人懂这个？还有，你们卖我们青云宗的旧东西，问过我们后勤了吗？这位客人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饭也不能乱吃。能在万气楼拍卖东西的人，背后都不是普通散修。陆贤直接说他是假货，还说他会炸自己，这等于当众砸场。你凭什么说他是假货？这里，一块斑便是假？不是斑，是魔气出来的腐蚀点。这里灵纹断过，被人用黑胶补了。还有这里，纹路方向接反。青云宗旧阵鼓的阵纹是内收灵路，不是外放破阵。你们把它反着接，确实能做工程器，但只能用2次，第3次必炸。我刚才差点出家，这玩意儿第3次炸自己。万气楼也卖坑货。诸位莫听他胡言，你说他第3次必炸，有何证据？简单，你现在敲3下。这是拍品，不是给你试炸的。所以你也知道不能试。我不管你们怎么卖别人东西，但青云宗的旧阵鼓不该出现在这里。这位小友说的倒是义正辞严。楼主，你是万气楼楼主？万无咎，万气楼现任楼主，名字挺适合做售后。什么？无咎，意思就是不认错。陆贤这个人真是有一种特殊的本事，不管对面是谁，3句话之内一定能让对方不舒服。小友说这块阵鼓是青云宗旧物，可有凭证？有，100年前，青云宗第13任后勤总管顾长庚记录过旧阵鼓编号。这块阵鼓侧纹有3处缺口，编号应为青云旧镇东南复古期。你们把编号磨掉了，但磨得不干净。看来小友确实懂行。我不懂行，我只是后勤。既然是青云宗旧物，万气楼自然愿意配合。别信，我知道这块阵鼓谁送来的。黑市有黑市的规矩，不问来路。那我也有后勤规矩。什么规矩？东西从哪坏就从哪查。小友，这里不是青云宗。看出来了，青云宗再烂，至少不卖别人家旧门板。你可知在万气市乱说话会出事？你们有投诉渠道吗？他说的是实话。剑锋沈霜。是。调度堂周成。
有意思。青云宗后勤剑锋大师姐调度堂罪人，这组合倒是少见。临时抢修小队，我不是很想被写进这个队名。你现在没有选择权。拍卖暂停。楼主，把这块镇谷撤下。不行。小友还想如何？这是青云宗旧物，我要带走。这块镇谷已经入了万气楼拍卖册，想带走可以，按规矩。多少钱？起拍3000灵石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你不是调度堂的吗？我现在是戴罪之身，哪里来的灵石？我没有。小子，其实这万气楼……前辈，你是不是有事瞒我？也不算瞒。不过，若小友与这枚旧通行牌有关，倒也不用立刻付灵石。100年前，有位顾姓客人在万气楼赊了一笔账，多少？不多，本金800灵石，算上100年利息，如今一共37620灵石。你现在不说话，不代表账不存在。你要还吗？不还。赖账。申请复核。去，拿给他。100年前顾长庚欠800灵石，用途是什么？修万气楼传送阵，临时取用材料。修传送阵？是，当年魔潮之乱，万气楼传送阵失控，若非顾长庚出手，万气市半条街都要被卷进乱流。所以他救了你们传送阵，但材料是赊的。那工钱呢？紧急维修、夜间作业、救灾抢修费、高危阵法。100年前魔潮期间，应按3倍计价，合计42000灵石。抵扣之后，你们还欠我们4380灵石。小友，你叫什么？青云宗后勤陆贤。好，陆贤，这块镇谷可以给你。那4380灵石呢？账可以慢慢算，但我可以给你一个线索。万气楼不留真名，只留代号，这个人你们应该认识。青灯在哪儿？内室3层，今晚他还会来。青云宗的人来了。顾长庚之后，青云宗终于又来了个懂后勤的。这里真的没人管？管了就不是黑市了。不管，迟早出大事。出事也能赚钱。你们万气楼的价值观需要大修。这些账和调度堂按照能对上，有多少？至少37批废弃赈灾，其中有11批标注为青云宗废料处理。废料处理，调度堂账面上是报废、封存、销毁，实际上有一部分被转出了山。他就在里面。你不进去？青灯不喜欢外人太多。你也知道自己歪。你来了。你等我。等了很久。100年。差不多。你到底是谁？这块是青云宗旧护山镇东南腹谷，这节是剑锋100年前战损飞剑，这个是魔石中内部阵纹纸。你收集的挺齐。我不是收集，我是等人来认领。顾长庚当年也来过这里。你见过我？原来如此，他真的留下了你。你认识顾长庚？老秦。顾总管，好久不见。你是青云宗的人？100年前，青云宗后勤弟子秦燕，顾长庚手下。你还活着？侥幸。当年我跟顾总管查废弃赈财外流，追到万骑市。后来顾总管回宗门关地下救门，我留在黑市查货员。我本该回去，但我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有人不想让我回去。
我被追杀，青云宗里也有人想让我死。100年前黑袍内鬼，我没看清他的脸，但我记得他的手。手？他的右手缺一截无名指。100年前青云宗高层能进入地下旧镇核心，右手缺一截无名指。太上仙尊不是，剑锋长老也不是，丹修长老也不是，掌门那一代更年轻。那这个人可能已经死了，也可能隐藏得很深。顾总管当年查到，青云宗废弃镇材不是直接卖给魔族，而是先进入万器室，经过改造、拆走、换壳，再流向魔界南关。所以魔史中才会有青云宗旧镇谷。魔族懂得利用修仙宗门的旧漏洞，他们买旧镇材，不只是为了炼器，也是为了研究各宗大阵的弱点。也就是说，卖出去的不是废料，是自家门锁的图纸。你和顾总管很像，很多人这么说，一样不讨喜。老钱，你还是这样。我守在万器室100年，就是等青云宗再来一个后勤。你怎么知道会有人来？顾总管说过，他说青云宗只要还在，就总会有一个后勤，忍不了这些烂账。这里面是我100年查到的废弃镇材流向，青云宗、赤阳宗、白河谷、玄气门这些宗门的旧镇材都流进过万器室。这么多宗门，青云宗不是个例，只是青云宗最先被魔族示众。魔神钟就是南关工坊造的，叶无剑手里的只是一件成品，他们还有更多。我本以为查到万器室就能找到青云宗旧镇材外流的源头，没想到这只是中转，真正的源头是一个专门利用修仙界废料制造宫宗魔器的地方。这张无名指，这个交付标记是什么意思？代表供货源头，每条供货线都有一个标记。无名指是青云宗那条线。100年前那个人，也许不只是把顾长庚封进旧镇，他还建立一条延续100年的废弃镇材外流线。玄衡只是后来被这条线利用的人，周成只是更后面的执行者，真正的手早在100年前就伸进了青云宗。诸位，聊完了吗？他带人来了。万无咎不是刚才还配合吗？黑市谋主的配合，一般只持续到下一个出价更高的人出现。陆小友，别怪我，有人出了高价。谁？陆显，本少主说过，下一次不攻青云宗，杀你。你这屋子有后门吗？有，但年久失修，打不开。行，专业对口。你管这个叫后门？以前能开。多久以前？80年前。问题不大。前辈，你对问题不大的定义，是不是和掌门对不久的定义一样？陆显，不开门？我在忙。你忙什么？我在修门。你觉得一扇破门能救你？纠正一下，是争取撤离通道。这后门通向万器楼救火仓，救火仓再往下有一条废弃传送阵道，能到外室。传送阵道？不过也坏了很多年。你们万器楼是不是所有关键设施都坏了很多年？黑市吗？黑市不是不维护的理由。这门不是自然坏的，有人动过，有人故意让它打不开。万无咎？不一定。这扇后门以前是顾总管来万器楼时修过的，我修过。你当年说，黑市这种地方不留后门容易死。前辈，
你终于说了句很靠谱的话。可惜后来坏了。没事，后人来了。师姐，前门还能挡多久？大概30息。够了。够。你是不是对本少主太放心？20息。我能帮什么？左下角第3道灵纹，盯住。开！怎么回事？差一把钥匙。我好像有，在哪儿？可能在万气楼账房。终于见面了。你等一下。等什么？门还没开。陆贤，你真以为本少主不会杀你？我信。但你杀我之前，最好想清楚。想什么？你们魔族的南关功放还在用修仙界旧镇材造宫宗法器，你要是杀了我，以后这些法器坏了，谁给你练？你是在教本少主？是提供价值。魔族不需要售后。魔史中第4响怎么炸的？你忘了？快点儿！别催，越催越慢。你这拆法怎么和顾总管一模一样？胡说，我当年比他快。前辈，你现在除了吹牛，什么都帮不上。走。你拿这种东西挡我，能挡一些是一些。他不会放过我们。看出来了，废弃传送阵在那边。能用吗？他都说自己报废了，那怎么办？修。灵石。师姐，你还有私房灵石？剑锋补贴。看来回去得查一下剑锋福利。定位去哪？外室东门，那里人太多，容易暴露。那去哪？传到青云宗附近。太远，这破阵撑不住。可以传去老地方。什么老地方？顾总管当年在万气室外留过一个临时维修点。坐标，在万气室的东南角。快！少主，这可是万气楼。陆贤，你跑不了。这是哪儿？100年前的临时维修点。到家了。你以前还开过铺子？外勤维修点。前辈，你这个概不赊账，好像主要是写给别人看的。100年了，这间小屋竟然还在。当年顾总管经常在这里修黑市那些坏阵，白天修传送阵，晚上查旧镇材，有时候忙到半夜，嘴里还骂青云宗掌门不批加班费。别看我，我当年骂的是上一任掌门。看来掌门不批加班费也是制度传承。这里安全吗？以前安全，现在呢？不确定。业务镜很快会追过来，先进屋。
你确定进去不会塌？塌了我修。前辈，你当年生活还挺朴素，主要是穷。那确实很后勤。这里有防护阵吗？有。还能用吗？不知道。你们能不能不要每次说有，后面都接一个坏消息？毕竟100年没人维护了。我懂，又是历史遗留问题。隔音、防火、防潮。前辈，防债主阵是什么？万七市特色。顾总管当年赊账比较多。我已经感受到了。这算什么机关？怎么识别？身份识别。你们后勤传承很诚实。这是顾总管当年画的逃生图。这图上还有3条暗道，我只知道1条。这条通向哪里？万七市地下总库。万七市所有大宗废料交易都会先入总库，再分散卖出。青云宗旧镇财也可能在那里中转过。这是什么？临时检查维修印。当年我在万七市修镇太多，他们嫌我每次都闯进去麻烦。意思是有了它可以进很多地方。100年前可以，现在呢？不知道。参与100年前护宗大阵重建，那时候参与的人不多。上一代太上仙尊，还有几个老长老。如今还活着的有谁？太上仙尊、藏经阁太师叔，还有一位已经退隐多年的镇堂老祖。镇堂老祖，我听过。青云宗镇堂早就并入后勤和调度堂了，但100年前确实有独立镇堂。那位老祖名叫明烛，当年顾总管查地下旧镇时，曾经想找他问阵图。问到了吗？没来得及。别急着下结论。我知道，证据不够。有人。叶无情追来了。顾唐根的旧窝，难怪你往这里跑。你怎么找到的？你修过的传送阵会留下痕迹。后勤手法太有辨识度。前辈，所以你们后勤不仅容易加班，还容易被追踪。陆贤，把南关攻防交易残院交出，本少主可以让你死得轻松一点。那还是不交了。你真以为这破屋能挡我？务实维修点，申请启用防债主阵。检测到来者杀意，债主等级极高，防债主阵启动。名字不重要，好用就行。这阵能撑多久？100年前能撑一炷香。现在呢？别说了，我去修。专门用来拆这种小阵。魔石钟不是小型魔石铃。又拆门，你们魔族是不是有病？这东西和魔石钟一套的，小型化版本，专门用来拆临时阵、藏身阵、逃生阵。叶无尽这次准备的挺充分，但我还是想强调一下，我只是后勤，后勤被针对很正常。撑不住了，姑娘也撑不住。顾总管当年建得很结实，秦前辈再结实也扛不住100年不修。这里还有没有别的逃生通道？有一条旧地道，通哪儿？通万七市地下总库。这叫逃生？这不是通向案发现场吗？有时候最危险的地方也能顺便查账。去不去？去。现在？来都来了。好。陆贤，你还要躲多久？应该在这里。找到了。这地道也100年没用。不用说，我知道。沈少先下，秦前辈第2，周成第3，我最后。你最后？我要关入口。直追。防盗烟石阵启动，请勿尾随后勤作业。哼，前辈，防盗烟尘阵还不错。当年用来防万七楼追债。这条地道原本是顾总管用来避开万七市眼线的，他怀疑万七市地下总库里藏着真正的中管账，但后来他回了青云宗，再也没能回来查。你也没查？我试过，进不去。
总库防得很严，后来我眼睛废了，修为也受损，只能守在青灯屋等人。等等，怎么？这是调度堂的暗记。调度堂暗账里，这个符号代表特殊货源，不是普通废料，是宗门核心镇材。核心镇材也被卖了，难怪魔石中能精准找到护宗大阵频率。他们拿过青云宗核心镇材，该修的不修，不该藏的倒是维护的挺好。能开吗100年前的印，过期也正常。这个交付费用，你们黑市连门都要收费，有灵石吗？师姐，别拿了，再拿剑锋符里就查不清了。试试欠账转抵，申请费用抵扣。这也行？只要有账就能谈。怪不得叶无尽一定要杀我。这里的东西一旦带回去，就不只是青云宗的丑闻，而是整个修仙界的漏洞。能搬多少搬多少，现在还搬？证据。这次你建议的很对，陆贤，你真该死。师姐，打得过吗？打不过，那就不打。影响的就是货物交易。拦住他！好。谁启动了封库阵？那阵不是早坏了吗？没坏，小爷我修好了。现在往哪儿跑？那边有货物升降井，能用吗？80年前能用。行，你别说了。陆贤，忙。来不及了！这是不是要碎？你别说出来。这叫升降阵，以前没这么快。我当年改过。前辈，你是不是对“改”这个字有什么误解？谁啊？后勤，不错，证据没掉。我现在知道你们后勤为什么命硬了。为什么？正常人活不到现在。我的总库，我的货，我的牢，记得全面维护。怎么会青云宗最快？城外有一座旧传送台。快的吗？我就知道。陆贤，你再不走那些账，你每次都这么说。快看！前辈，这附近有没有你以前修过的东西？有。什么？你脚下万七式旧传送台，埋在地下，还能用吗？正常不能，非正常的。试试。又修，对，你有意见可以填投诉单。陆贤，马上。政策什么？把政策放阵心。这可是证据，借它上面的交易灵痕定位青云宗。青云宗旧镇才交易灵痕，成了。师姐，修你的。陆贤，很好。检测到外出人员返回，状态狼狈。进入，请说明回宗原因。被打回来了。陆师兄，沈师姐，我去通知掌门。
无名指。仙尊，你想到了谁？100年前镇堂老祖明烛，他的右手无名指确实少了一截。明烛老祖不是早就作画了吗？他并未作画，只是必死关，地点就在青云宗后山禁地。掌门，后山禁地最近有人维护吗？顾长庚的后任终于查到我了。后山禁地多久没人维护了？你们这个沉默我很熟。后山禁地乃宗门重地，平日不可轻易靠近，没人维护。禁地封印由明烛亲手布置，所以你们就放心了。太上仙尊的洞府门锦还是300年前的呢，掌门闭关时也漏过水，明烛老祖布置的封印就不会老化。禁地封印总不能像丹炉一样炸吧？仙尊，你这话最好别说太满。陆贤，你的意思是必须立刻去后山禁地？先查封印。我跟你去。我也去。无名城标记，我在调度堂暗帐里见过。如果后山禁地里也有同样标记，我能认出来。你最好别耍花样。我现在耍花样，只会死得更快。我去。你身体撑得住？撑不住也得去。我等了100年，不是为了在主峰大殿里听结果。这次掉了，不吉利。这里的封印确实松了，严重吗？调度暗号，少了无名指。这里也有。100年前，明烛负责禁地外围阵基。顾总管当年想找他问阵图，就是因为这些外围阵基。有人曾经用禁地封印做过中转，将地下旧阵、主峰暗区、废弃镇材出库路线全都接到同一张网里。这里是旧问题的根部。外部敲击加强。这是什么？旧门。顾总管当年关上的那扇门。后勤。明烛老祖。顾长庚，你竟然还留了一点东西在外面。当年是你把我关进去的。是。为什么？因为不关你，门就关不上。那扇门后面不只是魔界难关，还有一座魔族工坊。他们用修仙界旧镇材试了100年。顾长庚关门那日，封印少一个门梢，我把他留在里面。明主不是单纯闭关，他也在守门，守了100年，只是他的封印已经快撑不住了。老总，这门多久没维护了？维护？行，我就知道。前辈，你这张报销单迟到100年了，100年前写的急，到现在还急，这单子已经不是加急维修，是跨代追责。我当年应该是想把这张单子送出去，没送成。没送成。前辈，你的单子管理也不太行。明烛，当年你为何不说？说什么？说我把顾长庚留在门里，说青云宗废弃镇材早已外流，说魔族已经在南关工坊仿制各宗破阵器。那时候魔朝刚退，青云宗满地尸骨，掌门重伤，太上闭关未出，各峰忙着重建。
外面所有人都在说青云宗守住了。我若说门其实没关稳，说我们的镇财已经变成魔族的攻城器，说宗门里还有人和万气石勾连，谁会信？顾总管会信，所以我不敢见你。你知道我还活着？知道。青灯这个名字还是我替你遮过一次。100年前你被追杀，我当过追兵，可我不敢让你回青云宗，因为那时的青云宗不安全。为什么还让废弃镇财继续流出去？因为你的无名指标记被人拿走了。那截手指当年被我定入旧门外阵，它是封印的一部分，也是我留给顾长庚的外部定位。可后来有人复制了这道印。是谁复制的？门后的人。门后是魔界难关？不止。顾长庚当年关门时，门后有魔族，也有修仙界的人。如果只是青云宗有内鬼，不可能牵连这么多宗门，除非各宗都有自己的无名指，或者有人在修仙界内部专门做这门生意。门后的人是谁？你话太多了，退后！他被门反控了，切断背后第3条黑纹。陆贤，别说遗言，我不负责这个。顾长庚当年也这么说。他是前任，我是后任，风格差不多。无名指标记，调度暗机怎么逆转？逆转？你们调度堂不是最会改账吗？我现在不想被夸这个。少废话。这个标记本来是货源识别，如果逆转，就能把货源改成退货。退货？快点儿！好了，无名指标记被违规盗用，申请退货。有趣。有效，别放松。难关器。什么？关工坊最高器令，门后的人能直接调动南关工坊。难道是？陆贤，你很会修，可惜修得越好，越适合替我开门。你谁？南关工坊公主。顾长庚关了我100年，明主守了我100年，现在后任来了，很好，门该重新开了。他在强开门。那是顾总管。陆贤，想救顾长庚吗？那就开门。小子，别开！顾总管，他还在里面。顾长庚，100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狠，连自己的后任都骗。你这种拆门的，别跟我谈骗。开门可能救顾长庚，也可能放出南关工坊公主；不开门，顾长庚继续困在里面，也许永远出不来。我平时最喜欢说，只要是门就有开关，可现在这扇门明明就在眼前，我却不能开。小子，要知道哪扇门不能开。顾长庚，你不想出来？想，但我更不想看见你出来。陆贤，你听见了吗？他在说谎。困在门后100年，没有人不想出来。我知道他想出来，那你为何不救？你想让我开门，说明你自己打不开。你能诱导明烛，能污染无名指标记，能通过旧镇才造魔石钟，但你还是打不开这扇门，因为顾长庚当年关门时留的锁不是给你开的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不听你的，我要修。陆贤，你要做什么？不开门，修门。这门一旦动错，南关工坊会反冲封印，找到外部维修口了。啊！当年顾长庚修的门肯定留维修口。懂我？前辈，你当年难得靠谱。你想从外风阵绕过门锁？你们拆门的不懂维修，阻止他！原来前面那些加班真不是白加。你终于懂了，但还是很亏。陆贤，你以为凭你一个后勤能从我南关工坊手里抢人？顾长征参魂定位，开始。后任前辈，青云宗还在？在。塌了吗？差点。现在谁当掌门？
一个闭关时漏水不愿承认的人。那看来掌门传承也没断。够了，后院，别拦我！为什么？我魂连着门栓，你若强拉，门会松。听见了吗？他不能走，他就是门的一部分。那怎么办？顾长庚是门栓，不能直接拉走，但门栓不一定只能用人魂。如果能找到替代结构，让门继续锁住，顾长庚的残魂就能松出一部分。就像坏门换锁心，不拆门，还栓。师姐，说，等我把替代门栓接进去，以斩断顾长庚残魂和旧门之间那根魂线。你确定？不完全确定。那就做。你现在越来越像后勤了。小子，你想把护宗大阵的一部分权限接到旧门上，临时门栓，这会让护宗大阵承担旧门压力，所以要限流。你连这个都想到了，我修过仙鹤排班。你敢！猎神蝎皇子的关照，替代门栓，接入。师姐，你就是后任。陆贤、顾长庚，青云宗前任倒霉后勤总主管顾总管。老秦，你怎么老成这样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死得早？顾长庚，你以为这样就能逃？我是下岗，门暂时稳住了，但南关工坊已经知道你能修旧门，接下来他们会全力杀你。我就知道，习惯就好。前辈，有没有一种办法能不习惯？没有。掌门，你们青云宗到底还有多少东西100年没修？你已经盯着这碗汤看了半炷香，不舒服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太安静了。怎么了？我刚才……我去叫人。来不及。别动！别动！你刚才预判了他们的出手。是。陆师兄，出什么事了？你拿这个干什么？我怕剑不够快，但这个够硬，很符合你的根基。魔族刺杀陆贤，魔族这么卑鄙了吗？
他们以前也没多高尚。南关工坊，他们已经敢潜入青云宗了。你提前发现的？你气息变了，明显吗？小子，洞威开了。前辈知道，我当年也开过一点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开始看见很多不该看的东西。今晚之后，南关工坊不会再把你当普通弟子。我本来也不普通，普通弟子不会整这么多活。我说过，他会越来越难杀。他刚才用了什么？洞威，顾长庚当年也有。那我就亲自去看。陆师兄救了宗门，他们还敢来杀？杀回去！毒弹、迷弹、爆弹、防射弹都有。今天别乱跑。我现在像被软禁。师姐，你也看着我。我负责不让你死。这职责比后勤还重。以前全宗找我是因为东西坏了，现在全宗盯着我是怕我坏了，这感觉更怪。别应承。你当年开洞威的时候也是这样。更惨。怎么惨？看见掌门偷偷改预算。洞威不是让你什么都看，是让你知道该看哪里。真正厉害的不是眼睛亮，是能在一团乱麻里找到那根最要命的线。来了，别急。南关工坊，秉宪，奉命取你一缕魂息。你们现在杀人都自报型号了，便于记录。前辈，这种风格你熟吗？南关工坊把人当弃子，他不是普通刺客，是半器。这些线不是尸体，他们依靠阴影移动，只要地上有影子，他们就能延伸。灭灯，把院里的灵灯全灭了。这是什么？原来如此。撑不住就退。不能退。他不是要杀我，他是要取我一缕魂息。南关工坊想给你造气魔，什么意思？一旦拿到你的魂息，他们就能推演你的能力，下一次来杀你的东西会专门克你。我听懂了，所以这一次不能只是赶，而是要留下他。他真不是人。曾经是。陆贤，杀了我，我回去会被重练。杀了我。我试试，能不能帮你断了链接？小子，你现在断不了气气，有机会就试试。南关工坊最可怕的不是魔气，而是他们把一切活的东西都当成可以拆改的材料。你太乱来了。但有用。你为什么不杀我？
你刚才还会说人话。你又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抓了个活的。南关工坊的人气，准确说是半成品。掌门，南关工坊不只是造宫宗器，他们在造人。影线断了，死了？不，被陆贤截下来了。他开始碰气了，比我想的快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会这样？当然，能看见线的人迟早会想断线。那你还派影线去？因为我也想看看陆贤能不能看见你身上的那条线。我身上有线。以前只觉得南关工坊危险，是因为它能造魔石钟、魔石灵、破阵器。现在竟然发现南关工坊还能把人做成器，真是太可怕了。陆师兄，他还能变回来吗？能不能变回来还不知道。那你会试吗？会。那就行。太急了，南关工坊可不会等我慢慢练。你再乱成，没等南关工坊来，你自己先倒了。动威、定域、断气，这些不是一根锤子拿起来就能用，它们更像眼、手、心。你现在眼睛刚开，手还不稳，心也没定。前辈，你能不能说简单点？你开菜了。师姐，有事。拔锤。什么？试一场。你确定？你需要知道自己现在到哪一步了。我觉得我还没到能跟你打的地步，所以我不全力。3成。先说好。说。打坏东西算见风账。可以。这条线很稳，几乎没有破绽，不愧是神霜，和魔族刺客完全不同。刺客的魔气有杂质，影线的控制有破绽。沈霜的剑，干净的像一条直落的血线。慢了，师姐，你这个3成是不是有点扎实？你现在还能说话，说明不高。你看见了？看见了一点。看见什么？你的剑不是从剑开始的，从脚下起，从腰间转，从肩上压，最后才到剑尖。我挡不住剑尖，但能碰一下他来之前的那条路。这就是归流。不是改变敌人的力量，是顺着他来的路，把他带偏一点。原来我真的在变强。刚才3成，现在4成，还来？练得不错，陆贤，你进步的比我想象中快。你来夸我？来确认一件事。什么？我来。叶无尽比刺客和影线少年都强太多，他的魔气干净锋利霸道，没有多余杂质。我若硬接一定会上，但投影和本体之间有线，你看得见。很好，你终于看见线了，你也有线。你看见了多少？不多，但够恶心你。陆贤，别以为能碰到投影连接就都能碰到我。我知道，所以你本体最好别来。你怕吗？我真怕。陆贤，下一次我本体来。撑不住还逞强，不能每次都让你挡。那就继续练。我忽然有点后悔刚才逞强。
他看见你身上的线了。闭嘴！你越不想承认，他越清楚。这是什么？叶无尽投影消散后，青云宗整整安静了3天。这3天，陆贤被沈霜盯着练了3天。第2天，沈霜用4成半，陆贤没倒，但后勤处院里的石灯倒了3座。5成，去哪儿？找掌门申请工伤。我陪你去。那算了。你小子现在反应比前2天快多了。被打多了，谁都快。不一样，你开始学会把别人的力量往旁边带。这3天我已经渐渐明白龟流的用法，只要提前动一点点，就能让那一剑偏一点点，一点点，足够活命。但也仅仅是活命。如果沈霜真的全力出剑，我还是扛不住，更别说叶无尽本体。让陆贤出来。你预约了吗？我不是来打架，那就是私事。出来。不，你上次说本体来，我没说我要出去。你怕？怕。那我让你不得不出来。他在逼我们开阵。他逼我，我陪你。不行，叶无尽本体在外，危险太大。再不出去，他会逼护宗大阵主动反击，到时候南湾攻防都能记录护宗大阵新的反应。行，我出去。师姐，你别跟太近，我不是逞强，他要看我的线，也要看你的剑。我们站得太近，都会被他记下。10步。你终于出来了。别废话，你想确认什么？你说我身上有线，看，然后告诉我那是什么。我没想到叶无尽本体来，竟然是为了这个。那条气纹很细，细到几乎不存在，却极深。它不是附在皮肤上，而是穿过血脉绕过魔心，最后扎进叶无心灵魂深处。线的另一端通向南关攻防。不，更准确的说，不是线，是锁。你被绑定了。谁敢绑定我？南关攻防，我是魔族少主，所以他们绑得更隐蔽。别动。陆师兄，你的眼睛很好，可你的身体跟不上。废话，我又不是魔族少主。那你凭什么能看透我的锁？凭你想知道。你如果真的不信，今天就不会来。你不是来杀我的。再看，叶无尽身上的气纹比隐仙少年复杂太多。隐仙少年是被造出来的气，叶无尽不是，他是活生生的强者。所以这道气纹不是完全控制，更像是埋在他力量深处的一道引线，平时不动。关键时候，南关攻防可以借他影响叶无尽的判断，牵引他的魔气，甚至让他成为公主降临的容器。他不能直接控制你，继续，但他可以在你全力出手时，借你的魔气打开一条路。南关公主一直在等你变强，你越强，她越容易借你降临。原来如此，你不意外？我只是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从不阻止我杀你，因为他想让我和你打，打到我全力出手，打到你必须断气，打到旧门再次松动。少主，你不该听他。你终于说话了。陆贤的话只会乱你心神。那你解释。还有拉动气纹，退。陆贤，你不是想断线吗？来。别去。叶无尽，你敢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有意思。只断了一点，够了。你去哪儿？回南关。断了一点也好，裂口越多，容器越容易打开。这就是叶无尽身上的气。刚才只是碰了一下那道气纹，就差点被反噬进魂海。如果不是沈霜及时斩断那道黑气，我现在可能已经躺在一堂了。南关公主在利用叶无尽。叶无尽魔族血脉极强，又多次接触青云宗旧门、魔始中、地下旧阵，
他一旦全力爆发，南关公主就能借他的魔气冲开旧门。我明白了，南关公主真正想要的，不只是青云宗，她要的是一条稳定通道，一条从魔界南关打进修仙界腹地的通道。掌门，赤阳宗急讯！青云宗诸位道友，赤阳宗护山火阵遭未知魔气反制，3处阵眼同时失控，魔气内部疑似含有赤阳宗100年前旧镇材，请速援！白河谷急讯，水脉大阵被破阵器锁定，阵心反流，弟子伤亡惨重。玄气门急讯，宗门炼气总路被魔纹接管，所有救气胚同时暴动。南关工坊收网了，他们100年来收集各宗旧镇材，如今终于一起起用，每一件破阵器都针对原宗门的旧弱点。这些宗门以为自己过去处理掉的是废料，现在废料变成了刀，正砍回自己身上。南关工坊在逼各宗自乱，我们青云宗刚刚重建，若此时外出，宗内空虚，叶无尽随时可能回来。他们看起来都连向同一个方向。南关工坊不能直守青云宗。你的理由？南关工坊不是在攻各宗，是在测各宗护宗大阵的反应。赤阳宗一破，火系阵法资料会被他们拿走；白河谷一破，水脉大阵也会被他们进入。玄气门再破，他们就能完善破气法。等他们把这些东西拼起来，最后要开的不是哪一宗的门，是整个修仙界的大门。护界大阵，支援派谁？我去。我也去。我去。各宗旧镇材外流账我能认，南湾工坊用的标记不止无名指，我能帮忙找。我也去。老齐，你别逞强。100年前我等错过一次，这次不等。陆师兄，我能去吗？你去干什么？我根基扎实，能扛东西。这理由竟然无法反驳，那就派陆贤、沈双、周成、秦燕、王大壮，你们一同前去吧。红瓶疗伤，蓝瓶回灵，黑瓶是什么？不到万不得已，别用。那我就不拿了。很有用。上次你也这么说。路上吃。还是大娘靠谱。此行你代表青云宗。陆贤，这次不是让你一个人承担，青云宗会守住后山旧门，你去外面把南关工坊的线找出来。明白。若遇死局，遂服。能救命吗？我会尽快赶到。那挺好。小子，记住，外面的宗门不会都像青云宗这么信你。我知道。你打算怎么让他们听你？先说人话。要是不听，那就让他们看结果。有点模样了。你动了这么多宗门，就为了逼陆贤下山？当然不止。我要让他看见，他越想救，就越会接近护界大阵。你想借他开护界大阵？能看见线的人，也最容易成为线的中心。顾长庚当年只是关了一扇门，陆贤不同，他也许能打开整个修仙界。陆师兄，我是不是熟了？半生不熟。这里的火不对。难怪赤阳宗越压，火势越乱。青云宗的人，你就是青云宗派来的主事。陆贤，青云宗如今已经没人了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宗火阵正在崩溃，魔气随时可能炸开。青云宗派一个后勤学员来，是看不起赤阳宗。你们现在把灵力都灌进主阵，是想压火，但火不是从主阵乱的，是从东南火井、北侧荣脉、西山旧鲁口3处被牵偏，再压主阵，半炷香后，山门会炸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们自己没看出来？现在信了吗？若你说错，说错你再骂。先救人。东南火井、北侧荣脉、西山旧鲁口各派3队。别派火修。火阵失控，不派火修派谁？派水灵根和土灵根，不是压火，是给火改路。沈双去东南火井，周成去西山旧鲁口，王大壮去搬石阵。真是从这里。
陆道友，赤阳宗的火脉不是孤立的。陆贤，太大了，太多了。我以前看一座青云宗，就已经像看见一头受伤的巨兽，现在看见的是整个修仙界，每一条灵脉都在震，每一处大阵都在叫，每一个被卖出去的旧镇材都像一枚钉子，钉在原本属于他的宗门身上。那只手的目标不是任何一宗，而是修仙界边境尽头那道古老到几乎被所有人遗忘的光幕——护界大阵。够了！陆道友，你怎么了？通知各宗不要各自为战，南关工坊要的不是破你们护山阵，他们要借你们的阵碰护界大阵。如果各宗继续各救各的，所有反应都会被他们记录。等他们拼齐最后一块土，修仙界和魔界之间那道门就会开。赤阳宗听陆道友调度，先联系白河谷，他们那边水脉断流，不能用强压。你连白河谷情况也看见了？被他稳住了，你还笑？他终于看见百脉了。他看得越多，背得越重。等他撑不住的时候，整张网都会压到他身上。我玄奇门自有炼气传承，不需外宗指手画脚，但可以参考。陆师兄，他这是求救吗？是，听着不像。长老都这样，嘴比朕还硬。青云宗也差不多。确实。够了。再看一眼。这里是青云宗无名指标记，这里是赤阳宗火纹断脚沉水印。我原本以为这是青云宗自己的烂账，可周成翻出来的东西证明，各宗都有类似供货暗记。诸位宗门长老，你们现在听青云宗陆贤调度倒也有趣，可你们可知，100年镇财外流，青云宗调度堂正是其中一条主线。青云宗必须给一个解释！要不然，青云宗到底是救援还是遮掩罪证？他们怎么能这么说？我是周成，青云宗调度堂原执事。我承认，我曾参与暗杖转移、压下外门、震击、临时流转记录。我也承认，若不是陆贤查到最后，我大概会继续装作不知道。但我今日把所有暗账公开，不是为了证明我无罪，是为了证明南关工坊有罪。这些账有我的手印，也有玄衡的，还有青云宗100年前无名指标记残垣。诸位若要问罪，我认。等此事结束，我愿受各宗公审。陆师兄，他会死吗？得看他能不能活到被审了。我尽量。我是秦燕，100年前青云宗后勤弟子，曾随顾长庚追查废弃镇财外流。秦燕，万七是那个青灯老人。我在万七市守了100年，不是为了替青云宗遮丑，而是为了等有人敢把这些账翻出来。青云宗有罪，赤阳宗也未必干净。白河谷、玄气门、汤无剑派，谁敢说自己旧库里没有少过东西？现在不是争谁更干净的时候。赤阳宗愿公开旧库，也愿配合陆道友调度。白河谷愿开沉水旧库。玄气门可以开炉心旧账。怎么忽然觉得肩上沉得厉害？以前我只是不想青云宗塌，现在这张网却把我也拉了进去。这是什么？备用之身。谁的？你的。少主，你以为自己是钥匙，其实你也是门。别急，陆贤很快会来，他会亲手把你打开。这不是我宗现用阵纹，是旧的。沉水印。白河谷100年前旧水脉镇财，曾以废了名义流入万七市。我从未听说此事。
陆师兄，这石头比零食架还沉，说明你进步了。那我再搬2块。他是真好骗，这种人放在乱局里最难得。陆师兄，他为什么追我？可能看你根基扎实，适合挨打。啊！这些气胚平日很安分，看得出来，平日压抑很久了。怎么了？南关公主在等我完善这张网。那我们还继续吗？但不能按她的路走。只要该毁掉它，暴动可以停，但毁掉的瞬间，南关攻防也会记录玄气门总炉的完整反应。不毁，断气。玄气门欠陆道友一命。找得好，火、水、气3点已定。陆贤，你比我想的更适合什么？适合站在网中央。原来南关公主真正等的是我把3处混乱进入升起门，混乱的弦比理顺后的弦反而可以承载更强的力量。陆贤。是他，10年前南关攻方的源头，修仙界叛出的7道宗师齐无极。他还活着？他早就不算活人了。道主，借你血脉一用。你敢？你从出生起就在我的计划里了。诸位，南关攻防开炉。他身上那道锁开始收紧了，能断吗？现在断不了，得进往中央。少主，你不是一直想杀陆贤吗？放心，我会让你亲手杀他。陆贤，我听见了。齐无极在借百宗灵脉，从旧门反开护界大阵。陆贤能撑住吗？撑不住，所以不能让他一个人撑。阵眼可以计算，灵脉也可以计算，但人会怎么选？齐无极算不出来。联系各宗，不要只守阵眼。南关攻坊算得到阵图，却算不了每个人的选择。不要把力量全交给死阵，让弟子入阵，由人接力控流。弟子直接控流，风险太高。死阵每一次变化都会被攻坊记录，由人判断，他就计算不准。赤阳宗弟子入火脉，白河谷弟子入水脉，玄气门弟子入炉心外阵。这不是阵材，是一张活着的网。剑锋弟子，随我定住东线。外门弟子，跟我守住中线。所有旧标记全部改为断弓。顾总管没等到的仗义今日结义。都给我稳住！你这锅铲是不是太强了？你丹炉都能炸，我锅铲强点怎么了？青云宗还是这么乱，但这一次乱得挺像活人。无用，人心更乱，比阵法更容易崩。陆贤，
没事吧？别把所有力量都压在自己身上，我们都在。陆师兄，中线扛住了。旧标记逆转过半，董卢外线已稳。青云旧门无恙，护宗大阵借你一线。火脉可用，水脉可以。卢心听令。我不是网的中心，该由剑斩的交给剑，该由宗门守的交给宗门，叶无尽的锁也该由他自己挣开。做了什么？把不属于你的东西拿回来。哼，就凭你。叶无尽，听得见吗？你身上的锁，我现在看清了。那就来。你们谁都动不了。万象归位。叶无尽，你敢烦我？我的东西什么时候轮到你用？好，那就让我看看你们两个加起来究竟够不够格。不好，我来帮你。100年，我等了100年，现在门终于该开了。别硬撑。师姐，这话你说晚了。陆师兄，我这边还能扛，还能再扛一会儿。断弓线剩最后3条。戚无极，你还是这么喜欢把活东西做成死物。顾长庚，你一个后勤懂什么大道？我是不懂大道，但我知道门不是拿来炫耀的，该关的时候就得关。叶无尽，别废话，断！断了，你可能会死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我？你死了，魔气会乱。哈哈哈哈！你们以为这气是锁？这是我用100年炉火魔族血脉、旧镇谷和叶氏王族魂印炼成的命气，断它，叶无尽半条命就没了。半条命而已。哼哼。叶无极，你得放手。放什么？南关工坊借的是你的杀意，你越想杀我，他越稳。那你最好别指望我突然心善。换个目标，杀他。这个简单。定域展开，归流牵引。叶无月。你也配叫本少主名字？陆姐，小子，别进太深。忍着点，少废话。不可能！我练了100年。你练的是气，他是人。现在算账。万象归位。你到底是谁？
什么？青云宗陆贤，一个后勤不可能做到这一步。那是因为你见过的后勤没加班。断！不好，去吧。顾长庚，你只剩一缕残魂，凭什么拦我？凭你这单，拖了100年。前辈，你还真留着？坏账不消，后勤传统。100年前，我瞒了一次，这一次不瞒了。早这样多好，维修记录能少写300页。那300页，下辈子赔你。不行，后勤不接受跨市结算。外风阵和。不，门已经开了，只要跨过去，我便能成道。你这是违规改建。陆贤，你真以为我要开的是魔界的门？陆贤，拦住他！万将归位！我要开的门一直在天上。顾总管，百宗灵脉已经重连，陆贤还有万象阵图，我们可以替你重塑魂体。不了，为什么？使用年限到了，继续修只是浪费材料。你说过，后勤不报废还能用的东西，坏到影响主体结构，便必须停用。齐无极这一单结了，那你的账呢？我的账早结了，旧库没塌，工具没丢，后勤有人接。够了，长庚，100年前那一次，对不起。知道，你早就知道。你撒谎的时候，左边眉毛会动。那你为何不拆穿我？拆穿之后还得重写事故报告。你到死都不会好好说话。我早死了，说不过你。陆贤，工具借你。什么时候还？等门外的门也修完。你知道天上的门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但齐无极造不出那枚权限印记，他只是捡到了钥匙。钥匙是谁丢下来的？顾总管，一路走好。这一回没有瞒你。齐无极死了，2界通道也封了，我们赢了。界外通道异常开启，维修地点天外。顾前辈，你这工具恐怕还得再借我一阵。这次修什么？修门。修不好呢，那就把门外敲门的东西一起拆了。百脉真人归位道君，护界功臣。你去哪儿？我忽然觉得伤还没好。吃。活过来了。陆师兄，这是各宗送来的感谢信。感谢信？还有一些请你过去帮忙看看的邀请。多少？不多。后面还有3箱。
师姐，不准跑！飞升霞光，是仙界接引！难道我们青云宗终于要飞升了？南天门接引系统异常，请下界协助排查。陆贤，伤没好，本座可以替你疗伤。心伤，那可是南天门，所以我更不去。为何？宗门门禁坏了，最多锁一个仙尊。南天门若是坏了，锁的可能是整个修仙界。你连护界大阵都修过，还怕区南天门？长老，你的飞剑7年没年检，你对区2个字是不是有误解？维修人员长时间未响应，第1次催单。第2次催单，第3次催单，请维修人员不要选择性失明。他还会阴阳人？高级阵灵多少都会一点。先要工单，问题描述、故障时间，还有影响范围，是否有人擅自改动，历史维修记录，上一次保养是什么时候，也要写清楚。这么大一座南天门，问题描述就一句，不好用了。资料不全，退回。此工单为最高优先级，南天门不得关闭超过12个时辰。为何12个时辰内必须修好？不知道。谁定的？门后是什么？谁有权限？什么都不肯说，却想让我上天送命。请维修人员注意措辞，请报修方注意态度。南天门，听得见就亮东侧正文。门轴损坏，亮南侧；门锁损坏，亮北侧；门体开裂，霞光闪2次。既不是阵灵、门轴、门锁，也不是门体，那到底哪里坏了？南天门，现在能打开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能开，但不敢开。一扇门也会害怕？普通门不会，有阵灵，有感知，还活了无数年的门，会。把最近一次开门记录传下来，传损坏前的最后一段。陆贤，这算什么故障？门没坏，那为何报修？因为他被人从外面按住了。7日之后会发生什么？门缝失守，外面的东西便能伸手进来。哼，斩断便是。现在只看见手，谁知道手后面是什么？你答应了？没有。那你收东西做什么？损坏登记，检测到维修人员已确认故障，正在开启接引通道。停！谁让你开接引了？交通免费，不等于维修免费。材料谁先垫付？维修人员不去。管饭吗？维修期间提供食宿，材料费用可从天界宝库任选一件献器。你真要和南天门谈条件？问题说不清，费用没人出，失败呢？我是问我的责任。维修人员可能死亡，这不叫售后，这叫工伤。所有同行人员全部听后勤调度。第1道锁，权限印记不是为了开门，它是为了让南天门无法完全关闭，这样便能慢慢耗尽整座天界的阵力。啊，为何不能去太多人？有人想把所有强者引到天上，再从青云宗后山旧门进来。已读，不回。你不接单了？接，但不能让门外的东西知道我们已经看穿了他。仙尊剑锋长老、丹锋长老，随我上天。掌门通知秦燕、叶无尽，守旧门，
谁敲门都别开。若是你，问暗号。什么？维修人员，绝不主动加班。对不上呢。那就把门外的我一起拆了。第1道锁已定位，维修人员即将抵达，准备回收权限。南天门，你这问题可不止一句不好用了。有人拽我的头，下面也有人拽我的腿，你们能不能统一一下方向？往下拽，不可。他的神魂已经进入通道，强拉会导致浑身分离。姓名、境界卡了多久？赵乾坤化神圆满，已经卡了1天。非生前境界稳定吗？我闭关120年，准备的十分充分。现在还剩多少灵力？怎么只剩60%了？接引不是免费的吗？基础接引免费，附加服务另行计费。谁让你升级尊享服务的？您未明确拒绝。我何时同意过？我飞升还是来考科举的。没有确认，没有提前说明，还默认最高规格，违规增项。现在有了，霞光只用了1%，剩下的去了哪里？这根黑线和昨日的外锁战线是同一条。飞升者被抽走的灵力全部送去了门外。这是什么？强制验收钉。阵法不肯配合时，先让它停下来，关闭所有附加功能。我都快被撕成2截了，全部关闭。退款流程已触发，预计300至500年到账。300年，我能先活到那时候吗？立即退回灵力，不符合退款规定，那我自己取。还有2成，相关能量已离开南天门范围，无法追回。先救人。他的上半身已经完成仙体转换，下半身还是凡躯。仙尊稳住他的肉身，丹修长老护住丹田，剑锋长老，等我下令，斩断黑线，浑身同步，仙凡转换暂停，基础接引准备重启。检测到未经授权维修操作，就是现在。斩！基础接引，重新执行。确认，所有附加服务都不要，明确拒绝。他不是今天才开始，至少抽了9000多名飞升者。这些灵力去了哪里？门外。陆道友，我上来了。上面情况如何？这里没有接引仙官，第2道门前全是人。有多少？看不到头。他们飞升多年，可第2道门一直没开。有报修单吗？墙上、地上、门上，全部贴满了。积压了多少？历史积压单9999家。停！谁把我的名字挂上去的？系统自动推荐，您未明确拒绝。他们知道你会修门以后，全在喊你的名字。陆师傅，什么时候上来修门？已读，还是不回。看来这9999张单，还真得上去看看。长老，您能让一下吗？站后面看。后面全是您。飞升人数与仙级人数不符，27次。顾长庚是被封了。对，查问题的人反而被封禁。若有人看到这段记录，说明仙界仍然没有回复。我查了3年，2份记录相差4013人，这4013人全部通过天劫，也都进入接引霞光，飞升记录成功，飞升成功记录都在，但天机司里没有他们的名字。最早失踪的一人已经飞升900年，他的本命灯至今未熄，人还活着。活着，活着，被困在第2道门前。南天门不是飞升终点，
它只是第一道检查门，通过之后还要转换仙体，登记仙籍，最后通过第二道门，才算真正进入仙界。他们在仙体转换时被强行暂停，神魂、肉身和飞升灵力全部被接引系统扣留。灵力不是失踪，是被送到了门外。他们在供养那扇门。我申请了27次，没有一次拿到原始记录权限。第28次，我绕过流程，进入维修通道。检测到无权限访问，请立即退出。4013人失踪，统计误差，属于合理范围。4000多人，也算合理误差。请勿质疑系统结果。我自己查。违规访问，永久封禁。所以我没有飞升，不是我不想，是仙界把我封了。记录藏在工具箱里，留给下一任后勤。已经找到下一任了。第一，别信南天门自己，他越说正常，越可能已经坏透。第二，别只查工单，要查工单背后的人。记录能删，人不会凭空消失。第三，仙界若还是不回，别再等，上门催。怀障不消，失踪的人也不能当没存在过。107年，还是没有回复。重新提交，南天门就知道我们查到了真相，界外也会知道。3件证据，同一种齿轮印记。离无机只捡到了钥匙，造钥匙的人一直在门外。明知是陷阱，还要接？9000多人还在里面，不能再退。记录不消，人也要带回来。你和顾总管待遇一样了，这叫仙界没有改进意识。甲子0号亮了，顾长庚回来了吗？不是顾长庚，是陆贤。通知天极司，准备处罚流程。南天门已经封禁你，还怎么上去？顾长庚申请了28次，最后一次他绕过了流程。后勤传统不能断，不让进便拆门。本座进去。进去哪里？南天门。仙尊，不可！本座境界已足，能进去看清夹层。可以，命硬，出事能多撑片刻。站稳。这有何用？防止通道，把你直接拖走。签字。28页。后面还有附件。飞升也要签。流程稳定。出发。仙尊终于飞升了，怎么看着像放风筝？看见什么？立刻传过来。通道狭窄，仙纹老化严重。继续向前。9座接引台，8座已经关闭。季长，太上仙尊，陆贤在下界接应，本座带你出去。别过来，快退！需要什么？没进仙界，如何办理证明？进入仙界后办理。进不去呢？无法办理。100余年，一直如此。为何锁着你？第9台一停，所有人都会浑身分离。你在替仙官值守？不是替，是被征用。107年，顾长庚来过，差一点就到这里。他被退回，记录也被删了。下界的人总是不懂规矩。你是谁？接引司值守仙官司恒，3项违规，立即退回。这里不是坏了，是烂透了。别破印，我和阵眼相连，印碎
我也会碎。攻击公务阵法，取消飞升。本座会回来。碎片交给陆贤。第二道门不通仙界，他在向外。本座还没查完，还缺什么？仙界籍贯证明。回下界去。飞升回来了，仙尊，收力！本座正在收，这不像收了。通道不听本座的，我只是看热闹。本座修行1000年，第一次飞升，竟被退回，至少没卡一半。弟子没说话。本座何时付过费用？已自动扣除。本座没有同意。您未明确拒绝。本座理解你了。8座接引台关闭，有很多秘籍黑线。季常呢？还活着，被征用成第9台阵眼。季常让我交给你。第2道门不通仙界。啊！他在向外开。如何救人？飞升通道被污染，退回通道没有。让9000人重新飞？不重新飞，让他们全部审核失败。退回阵线被定位，那你最好快一些。这是下界啊！能退，剩下9000多人，准备一起退货。放心，今日不是来打架。哼，魔族少主不打架，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来还债。还什么？还我自己。南天门在抽我的魔气。何时开始？齐无极死后，昨夜开始加快。南关魔气也在流失。齐无极的权限印记开启了隐藏线路，所以我来还债。你查线路，我拆门。现在拆，夹层里的9000多人先死。先救人，再拆门。可以。检测到未登记魔族高危资产，正在建立回收锁定，请回收对象停止抵抗。谁是资产？陆贤，我现在拆门，算正当防卫吗？先别拆，他叫你能源载体。魔界灵力被登记成总枢资产。我的魔气何时归仙界了？南天门同时连接3界，第3条通向哪里？仙界内部，权限被人盖住。王族血脉是魔界坐标。对，这条负责什么？负责允许南天门这样运转，它没有失控。不要紧，黑线已经连接魔界地脉，强行切断，轻伤不会伤王血，也会撕裂难关。你刚才想减我，这是预案。第3条权限线来自天极寺，每隔10年重新续签。不是仙界不知道，是有人一直允许南天门这样做。能沿黑线找到授权位置吗？能。回收一旦开始，只有15系，够了，可能被拖进夹层。记得把我退回来。你把我当探针？普通探针没你贵，为何比仙尊少？他容易投诉。定域，反向循线。检测到高价值能源载体，回收优先级提升。开始了，仙尊，压住他。还剩12系。检测到资产权属争议，正在重新核实。我什么时候成了你们2家的东西？临时登记只是拖时间，还能拖多久？8系。线路没有去第2道门，它在向下。这才是天门总枢，南天门只是外壳。还剩5系。
把三界众生写成可回收资源。这不是接引协议，是征收协议。和顾长沟被封禁是同一年，昨天还在续接。仙界一直有人管。找到总数位置了，全书审验完成，继续执行回收。时间到。补充理由：不服从管理。这一条很准。建议原路退回，暂停回收入库。退货还挺快。线路找到了，债还完了，只还了一半。检测到主动连接天门总书人员，替代回收对象陆贤。回收目标陆贤，优先级最高。竟然主动接进来了。现在轮到你被回收了，正好，省得找入口。陆小友，需要我等如何相助？查账。查什么账？各宗近600年的飞升记录，姓名、时间、灵脉消耗，全部整理出来。600年记录未必全在，剩下多少查多少。只要人真的飞升过，就一定留下消耗。白河谷补报12人，玄气门补报7人，我宗补报23人，还没有查完，所以只能写5109人以上。不是相似，每一笔都一样。飞升者没有传讯？有，但不是他们写的，这是批量生成的回复。30%灵力，一直被暗中分走，又是107年。顾长庚被封禁之后，第3条线正式启用。难怪每次有人飞升，宗门灵脉反而衰弱。不是天道消耗，是有人把回补劫走了。飞升一个，便抽空一个宗门。不是偶然，每一次灵脉衰减，都从飞升当日开始。我们以为是宗门气运衰退，原来是回补从未回来。仙界在拿下界的未来，养门外的东西。所有异常都是思恒公办。那协议是他签的？思恒只是经办人，真正签字的人还藏在后面。89成能源都送到了界外。第2道门已经接近完成，7日不是失守时间？不是，是他彻底完成的时间。门外究竟是什么？7日后会发生什么？是否立刻封山？封山没有用，他要的是3界。不是一座宗门。从现在开始，百宗联合查账，所有记录共享。需要向仙界申请吗？不申请，直接做现场审计。申请过28次，已经够了。掌门汇总原始账册，沈双核对本命灯，各宗封停飞升阵，暂时不许任何人飞升。同意联合审计。请停止违规查账。你说无效，账也不会消失。人更不会。检测到最高优先级回收对象，目标陆贤。斩断他！别斩，他来收我，省得我再找入口。你准备进去？顺着回收通道进去。没有原始证据，他们又会说不存在。何时拉你回来？不用太快，先让我进去。若通道关闭呢？那便顺便从里面把门拆开。这次算上门审计，算上门催战。不经过接引台，也不经过第2道门，回收通道直通总数库。他没有反抗回收，目标主动配合。陆贤，你进去便回不来了。这句话，顾长庚听过。是否按照正常损耗结案？照旧。
记录为正常损耗。回收对象行为异常，我不是主动进入，是你们收我进来的。既然收到了，便验货吧。失踪飞升者5109人以上，百宗灵脉回补，一笔都没有到账。协议续签11次，昨日还在续，这不是故障，是有人故意做账。下界维修人员无权审查天机司，这笔不能消。顾长庚等了107年，递了28次工单，你们一次都没有回复。今天我亲自来了，5000多个人，107年的给我一个回执。启动内部清除程序，